权益大旨及习义要例，宣圣讲义，译之为书，传自上古。伏羲氏始画八卦，初具规模，后知圣人，少数推演，志卦记备，列爻佚名。唐虞三代，各有演习，分为连山归藏乾坤之意。文王重加纂序，弘以文章，辨其战例，者谓典则。周公少之，详陈论议，博采遗言，撰为志教，是经传之意也。上古无文字，制作文物均极简陋。伏羲览河图洛书而后制卦象，是则文字之所始也。虽当时类无文章，有如图画，实则象意之字，由之鸟观视之象形字也。字虽传于鸟观，画实创于伏羲，其象形之字，会意之文，多取意节神至于历代，非创自鸟观也。以记载无始，传说难详，故莫能尽考所自作耳。而易之卦象，则传之最久，故昭昭于人耳目，知谓伏羲氏之创制焉。其后圣人，推其意，弘其用，以为制作之本，典型之由，故尤重之。盖历代文物，莫不祖述于易也。易之所作，既因图书，传之天然，有非人为，其推演变化，皆天地自然之序，其运用本末，皆造化自在之责，故非人治之，乃人为明之耳。创之者然，述之者然，少演变化者亦然。以其本末天道，终始运数，有定序，有极则，不得有所异也。故异者，天道所自见，运数所由明，而备于人天相合之教者也。卦象之至，亦本气数之盈虚而定，其多少变异，莫非天地自然之物所合者也。卦序之至，虽各异不同，亦本于气运之往复静止，循环已成，莫非天地常变之道所服者也。卦之有本末内外，即生辰消息之象，爻之有时位变化，天地人鬼之象，易之有天地父母，万物万事之类，战之有吉凶祸福，因果感应之类，皆本于天地固有者也。卦序之有先后天之别，卦用之有主客体用之别，易之有门户高越奇偶正反之名，战之有来去变异从为动静之名，亦皆天道人道固然者也。盖易者，圣人笃天地之序，测日月之度，明人物之情，达神鬼之德，而推其始终本末，生成变化之道，即夫人物事理所宜之类，民夫气数消长，时的迁移，以合于人生，立为人道，而教民务迷者也。易之为道至矣，天之所受，
神之所明，圣人从而言之以告人耳。虽天地未有之前，尚在意中，况天地乎？虽天地难知之道，尚可推之，况人物乎？故义者其德显，其道微，其用明，其体不可见，其大无外，其细无内，观其象，可尽其意，通其意，可服于神。虽立人道以始终，而归于天道；虽厌弃属于既往，而急于未来。是以历代圣人，莫不谆焉。论之以阐其经，广之以达其神，分合之以穷其变化，争验之以明其气数。唯恐人之未能尽其义理，故向外详其辞，经外者其传，辅以图序，参以师规，以教天下后世。其先决明之心，已可见矣。于文周之仪，习之既久，促通其意，不敢复先圣垂教之意，更及其说以彼之书，授于耳。三子，继承文周之作，道备严审，相当益充，足尽他意之旨。故于连山等略其说，而为周易事传焉。然独思义，亦可包举他意，以其为严经，谓义广，读其一，足尽其余也。若有志者，将更求之，亦达连山归藏之文矣。今当讲周易之先，略述其大旨所产，以资参就焉。讲义较难于他经，非望闻是义者也。义之始作，记在上古，今历代圣人夫文成义，其间增减亦多。欲明作者之心，必略文而求象。然出席者舍文字外，恒不解象之真意。历代圣人亦以此故，始推演其旨，详述其文，而后卦有卦辞，爻有爻辞，彖象分权，文言复释。有以为未尽，则更敷衍其意，博采所闻，或系辞，或说序，以成传闻，立于今语。其所成事，亦非一人之言，盖得之失传，参诸他本，集合其说，序列成章，无非以义道惊鸿，神用莫及，变化无尽，推测为艰。且以三义有书，取材致用，不一类，不同科，较比量此相的必多，去短留长，归其于正。而此有不备，文有难宣，或略于经，则详于传；或重于卦，则轻于爻。亦有互参，用有连集，则不独象之宜重，文义必详；经之宜求，传义必读。是习义者故当之也。古人出至象时，本以会意，虽文不传，而画以句，
当世所画之象，为最简之文，绝后文字既简，言辞渐繁，于原象之下，引申其意，缀为文辞，则文字者，即原象之广义。当视其辞为渐明渐繁之象，不可分为二也。盖象亦会意之文，文亦是意之象。千古圣人，后先同魁，作虽一时，亦无二致。故读义者象辞并重，先熟其辞，知象之会意，有定义也；后习其象，知文之释义，有为止也。二者通之，无所疑惑，则义道可见，圣人之心可明，而后用之不为，推之能化，神明之德，天人之道，盖莫不尽于象与辞焉。且义之为用，重在变化，以人之智慧，通天下之故，达神鬼之情，必于变化中得之。象之会意，以象一事一物一时一地者也，而通其变，则必合他象而通参之。此者，是义以变类，亦当合他卦爻之辞而通参之。故习义者，象外求象，辞中所辞，如审物然，上下四旁，内外形状，必通知之，非据一面，即能尽其变化也。义之变化，亦有定序，则须合全义之象辞通参之。天道不变，虽变仍不乱其序，故序者天下之定则也。而义之序则以序卦传为主，此读义必先及之。义卦之序有数种，其用不同，故所序异。而周易之序，则凡今天下所通行之则，莫不一以变化。后所得者，虽变不止此，尚有待于后圣。然今日之术，则无为于此。义之有体用者，亦由序卦之书，如伏羲之序，亦于文王。连山归藏之意，亦于周易。后人始有先后天之名，因先天不变，后天重在变；先天不用，后天重在用。有导言之，先天为主，后天为从。由人事言之，皆在后天，宜至先天，无所谓矣。故周易之用，为人道也，因时之宜，立道之极，而原始要中之事也。先天之意常静，后天之意常动，而静中有动，故先天必生后天；动中有静，故后天不离先天。二者意图同归，知其一，则通其二。斯文王之圣智，乃能尽其变化，而建立周易之极，以全易之用也。夫伏羲之时，岂无所用哉？岂不尽其变化以示人事哉？何以必待文王而后明也？是盖有故焉。上古之时，人事简略，民习于道，
上有所至，下则循之，既无所多虚于变化，亦无所穷于用，且以文字为备，传不难广。作者心通其用，知者神会其变化，有其体已足矣。待文字既成，文物渐备，弃乎三代，其用意已繁，其变化亦多。彼连山归藏者，即数前人之口传，会伏羲之本相，而以尽其变化，治其用而后治之。文王之卦，正由是也。上依伏羲之本卦，下采连归之变例，言其旧制，易其新规，而后周易已成。周易既成，连归可不复用。于是伏羲与文王二易，一体一用，一本卦，一变例，两者者名，易道大备。吾故曰易之为易，成于历代圣人，非一人所作也。伏羲启之，诸圣绍之，以其本天地自然之序，故作者易而易不易，易序易而易道不易。文王之易，故源于归藏，归藏源于连山，而莫不出自伏羲。伏羲虽仅传其体，而用人少于周易，则二者合而易已全，更无分于伏羲文王。不过周易传自文王，今遂名之为周易耳。读者要当视为一易，不可以其传述之人不同，而谓有二易也。夫易之有三者，非三易也；易之三变例也，既有三变，以备天地人之数，未用已足。虽有他变，终不出乎三者。文王之易合三者而易之故，言卦之变与易之用，以周易为主。此无赞易取文王序卦之有也。卦变虽从文王，本卦必溯伏羲，故说卦间即二者次序。后人不明易之用有正变，不知伏羲文王之卦通易之意，不解连山归藏不用之由，妄加揣测，不读易道不明，即易之自出，亦不复晓。或执实残编以真直一词，或采取他意以辨别图序，皆失无赞义原意者也。要知未有周易，则不得不采用连归；既有周易，则从周已足。此无有从周之叹也。下商疑点，故不可考。连山归藏之意，吾于启宋游集见之，初意以为可取，即参之周易，使之二者已在其中矣。故从周易，易中诸辞，非晋文王之作，多言二易之旧，今犹在也。而周易之精，不在辞之美备，而在序之精当，以能参天地二道，立人道之极，全变化之用，明始终之意，非如连归所取一狭而立即有偏也。故合伏羲之旨，尽易之变化者，为周易为宜。此文王之所以胜者于
夫亦之有异同，即可知矣。而习义之应从周易，又无疑矣。故后人犹不达者，则以极门之事，未尝将经传详，未讲事，以明旨趣。二三子好事者，又窃取连规之本，授于门人，待汉之兴。言义者虽有同义，虽非乖离不羁之说，就为门户争执之阶，此则义道之不信也。然以经传之本，既无详解之文，则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，取其所义，以正其同，亦足以明周易之精美，而直探文王之心矣。易之言称伪，夸占验，及其以本宫申辩为序，以纳假何遂未用者，其书虽殊，亦属古人之疑，参而求之，犹足推广周易之用。盖虽尽杂，亦非无益。是在读者之以周易为宗，误认客作主，则占验之说，正可谓修者之著。而申辩之义，又可立义道之宏，其所益于义，故自有在焉。宗主复著，义之为义。圣人则天地自然之序而定其象，非圣人意谓之也。象之取义，皆有至理。今则略示义之严格，与取象所使，推广所由，即中国文物之所自兴也。亦出无文字，仅有所画之象。凡象辞、彖辞、爻辞、文言，皆后世圣人逐渐加注者。因世道日进，人事日繁，文字既备，志士亦广，素本可以推磨，穷往可以达来，明人可以知天，测物可以通神，义之为用，日红日精，象之含义，日远日密，则前之简者渐变而繁，近者渐利而远。而后圣及本先人之仪，加为文言以尽其韵，者变化以及其用，非毕伏羲一人所作，亦非后圣一二人所加。盖伏羲作者大体，其用简，其辞约。后人因世道之虚，时事之宜，有必推引申尽其象与辞，而后世于用者。然义者，由易生万，由近至远，由大该细，无所不包。伏羲既发其纲，后圣则推其目，原无不合者也。由之言天也，既明天之为天，则凡天之所属，皆可推而明之。如甲子之造，不过计岁，而后人推及日时。至于地理医术，莫不用之，亦莫不适合。亦知众卦众爻，即序卦同义，先天后天，即文言之家也。其例正如是。盖既有乾坤二卦，则自可推出八卦；既有八卦而复众之，则自可演成64卦；既有64卦之众，
每卦6爻，则自可加衍至384爻。根本既立，支流随见，非必一时并作也。亦之根于在阳爻图与阴爻图。伏羲一化开天，即阳爻图也。既有阳爻图，之为天；自有阴爻图，之象地。而万事万物，莫非自天地生成，则莫非自阳爻图、阴爻图出。此言妇孺皆熟于口，而实为义之根本。一化开天，即一化立义，则义者太极也。无始之始，万有之宗，所谓太一世也。太古文作大，大义即天字，即乾也。既有此一，即由此可推至无尽，皆不能外乎此一，则义之既有此一，全义64卦384爻，义皆必从此出，故义之增象，后圣本伏羲所演而推广之，而人合伏羲之志者也。当伏羲时，须用者简，八卦已足，后圣则因不足用，而复推广之。即同文王更因连山龟藏之不宜于时，而复变化之。连山龟藏以变矣。周易又加变，然变仍不为于易也。且易中固有之变，先圣所服用，故谓民止之以为教。文王因其时之一变，乃推演之以权义之用，此至义者所宜之也。义道至大，其变无穷。后之圣人，犹可本文王之变，而推之以增其变，而达其用，亦无为于义也。是之独义者，要知义之大始于一。伏羲所首创，后圣本此义而推演之，以尽其变，亦仍合于伏羲之意。故义中自有之变化，非人谓之，虽千万变不离其宗。此义者，一切之母，即万变之主宰。苟不失此主宰，即不悖于义，虽非伏羲所作，仍可谓之伏羲之义，即文王之义，无异于连山龟藏，亦无异于伏羲义。由其变言之，则异；由其本言之，则同。同于义耳。宗圣讲述，义道至微，褒义至广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义故具人智矣。而见者则依人而殊，非贯通之。臣不明义之为义，而圣人之教，不得全行于世，虽日读亦无益也。故必先明义之本意。夫义者，该象数以明器，辨识位以明用，详变化以明身，测顺逆以明吉凶，真明类以明动静，验二五以明终始本末，会天人以明性情道德。其含义无尽，致用不穷，其称名不一，取类至广，然有其始终焉。推事物之情，溯天地之道，以人利己，有其道也。
故习义者有其利，不明其利，则莫知其旨。而利者指象数也。象数者，图画文言之所示也。不先求于图画文言，则不明象数；不明象数，则不知义之本体及其变化。若居于经文，经于名类，此为文义之事，而非以极深言机也。如干者必先求其图之所示，何以谓干三爻图？必先考其爻之所名，何以为九？必先溯其气之所始，何以谓阳？必先察其道之所存，何以谓天？皆必真于象数而后知之，知之而后可言其德，可明其用，可数其变化，可知其所分合，可因利而明其爻之所占，文之所示，而后经文可得而是也。此凡习义者均当如此。夫子为编三绝，所用心亦如此。绝非徒诵其经，熟其训诂，即足了事者，而讲义之先，必自立始，立名而后通贯一切，庶无惑于经文之意。此为讲义第一事。夫义，自伏羲氏以后，象数卦仪，传之既久，因其用不同，而取义有异，故有连山、归藏、乾坤三义之分，使以义为三，非有他义也。连山首更以明人道，下代臣用之；归藏守坤，以重地道，商臣用之；乾坤守乾，以尊天道，周臣用之，以所守不同，故取义各异。震与下震见寅，商震见丑，周震见子，其义异也，非遂序义，遂守义耳。故明人道者，以人为先；重地道者，以地为先；尊天道者，以天为先。实则义道备天地人，先后虽殊，义道不异，殊其用耳。周虽重天道，而兼二代之治，故文王重演坎离之卦，以合三为一，而同于乾坤之意。乾坤之意伏羲故以立志，而坎离之意，则文王谓之少数者也。后人名之曰先天意、后天意，其实一体一用耳。盖乾坤意，名位者也；坎离意，用时者也。虽次序不同，而其为义也无异。以乾坤之意，不能外坎离；坎离之用，亦不能不本乾坤。二者相参而后变化以大，不独二义以合用，即三义亦由是以同功。此坎离之意，包括乎一切，而为天地祭奠以后所不可少者，以其用之广，而变化之神也。此习义者必先知之，知其一而求其二与三，则三二皆归于一，以一概一，名服义当。
诚哉圣人之心，足以通天地，并日月矣。故文周之后，夫子必经今焉以祖述之，而未闻以者其义，使弗农继文周之业，永垂无尽。此则夫子赞义之为治也。夫亦有数义焉，以其治义，本于太义也。故自无始至有始，推之无尽，无不可知。此一义也。以其不义也，立本于中，致用于极，终极不变，永执其中，其道乃久。故能行变化而无习，主生成而不测。此一义也。以其变异也，顺天地之消息，因气数之盈虚，与时迁移，其道莫穷。故能握造化之君，得循环之道，为通以变，因势而移。此一义也。义之为道，有本末始终，有体用内外，包乎万有，极乎无尽，推之无穷，而无畏无不畏。此至诚之德，中和之功，天人之所合，事物之所顺，而明乎玄微，探乎繁则，至简且易，至久且广者也。此义之名与义也。至义之为象，上日下月，日月者，阴阳之所招，而天地之道所见者也。以天之道，由日而明；德之道，由月以见。日月代行，天地不息。此坎离代乾坤为主，而水火成阴阳之用。此在体用既合，情性同见之时，而后知乎天地之道，曲成之妙者也。故明义者，必先明坎离之意，由下溯上，由外及内，由人及天，皆必然之序，不可列者也。且日者元阳之象，其体亦太极之象，故谓特殊图及特殊图，亦中字之形也。太极之体，阳爻图，谓万有之母，而亦自太极始。日者生物之根，凡物不得日之光热则不生，是日即生物之母。物者，古文物字，上日下物，是生生之象，亦名天下万物自生之源。其取亦故今，而未闻确显。故知日月为义，则知天地以阴阳而神其变化，亦即知乾坤之意，以坎离而明其功用也。知特殊图物为义，则知天下万物，莫不生于太一，寓于元阳，而义之为交，莫外于素万有之始终，推万物之生成长育，更由是以明天道人道之体用，即夫事物变化消息之数运也。故义辞虽简，谓义极宏，其道至深，谓言必备。苟欲洞明其故，则故不外求之象数与文辞也。而义之象数，则近乎行气之精；义之文辞，
则盖乎义理之志，不生言而通其趣，则必有所至；不广真而会其归，则必有所失。此见仁见智之说所由来也。习义者可不免哉？夫义，明术者也。而术本乎气，气本于阴阳，阴阳本于太极，故太极为义之始。太极者，义也。其出无名无形，由元气之凝而为光，光生气，气成形，形成质，故物之始生，必先有气，斯气也。流行天地之间，分合万有之体，而不可见，见其形质焉。因气之分合多少偏全，而形质不齐，故数不等而象不一。求其象而后知其数，明其数而后辨其气。气有阴阳，数有奇偶，因分合而有四五，因偏全而有善恶，此气之变化也。因生物之时的而有多寡，因境遇之变迁而有大小，此数之消长也。因所受之殊，而行止有殊；因所合之异，而性情有别，此象之进退也。盖气自太极以下日分，分而人和，故两仪四象五行，皆以次名。数自太一以下，亦渐散，而人复聚，故天一地二，至天九的十，推而50、60、140144，222，而11520之数已别。象自太极以下，由气数之推移变化，而诸物生成，名类日多，反复日众，以人循环终始。故八卦六爻之互相乘除，太阴少阳之互相推化，以成万物之形，类万有之情，明万事之至，而不可穷尽。此皆顺乎生化之序，有不其然而然者。故总而言之，则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；分而言之，则太极以下，气数与象，各以类别，不可胜计。以自上而下，则言之如此；如自下溯上，则必就其以见者真之。此求象为第一步。因象者于外，存于现在，耳之所闻，目之所见，手足之所执持者，故亦谓真。真其象，则得其数与气，而后因其力，以辨其吉凶福祸；寻其实地，以辨其道德性情，而后行止有方，动定有则，而用乃者，而道乃彰，而后圣人立教之心可见矣。故习义莫先于象数，名象数莫先于力。义之名利，实习义之下手处。故讲义必自立始，以其已之，求谓之也。夫义自伏羲画卦，分列阴阳以定其位，众为六爻以明其时。
乾坤为体，一行其中。乾坤陈列，亦立于中。二者体用之分，实谓之变。相错以形，相交以变，生生不已，变化无尽。故由八卦而成64，六爻而推至384，皆本一气循环，二五互用，以成其象，以御其数，以行其气。故太极既立，自生两仪；卦象既成，自生爻象，自然推演者也。由乾坤定位之意，而见卦位之序；由坎离中立之意，而见卦气之实行。变化虽多，次序不乱，皆二五所生化，顺乎天地万物之次，而相交合以生成者也。故欲知生化之机，必列象而观之，此图画为所必重也。故习易，必先将易之图象观察明晰，如乾坤定位之图等，一一列前，审其生化之序，及其推移之数，而后得其卦之由来。此故谓第一事也。宗主附注。所谓列图观象者，盖将先天后天两图，先一位次，排列互观，并将太极图生两仪四象八卦之图对观，然后将64卦排列为图，观其生化之机。其排列有数种：一八宫次序，即后天干坎艮震巽离坤对各宫生化之卦，列为直图及圆图。二将序卦，即上下经次序之卦，列作二图或一图。三再将八卦所推移摩荡之次序图，列为方图，此即少图。四将所合一年节后日月之序，列为岁序图。五将所合甲乙辰，即纳音图，所合合图落书各种图，均次第参看，观其分合变化而得其同义。最要者，须将先后天两图，即八宫次序，与上下经次序两图，细细对观，以求其变化之机。因此谓阴阳二气一大关键。乾坤体用，由此分合变化者也。其所异者，正其所以同；其所变者，即其所以化也。如先天之乾坤，而后天亦未坎离，其不同者何故？如八宫次序，由干而构而顿，以气对宫归妹为始终；而上下经则由乾坤屯蒙，以气继位继为始终。其所不同者何故？此为易之大关键，应先细细推求，深明其故，而后知易之生化之本也。观时，应先熟习其名象，列图指以象，不必及经文，可以见其象数变化之机，即以明阴阳消长之理。而于象数与气之者明，亦即由此六化中求之，不必读经，即可得其大概矣。
又曰夫子传义，亦必先者实义以明体例，故习亦非如读他书，仅就文释义，即可的经文指去，又非如他意，仅明理达用，即可的制作原意，必先就其所立本与致用之如何，再就其所夫相与定名之所在，更就其生成变化，而要其始终，复推其天地阴阳，而演其终极，上以尽道之体，下以穷气之用，而后生探玄妖以弃先圣之心，广征物事以测天道之变，不为于象数，不悖于文辞，不因繁则而有所疑，不因简易而至于用，庶可以明义之为义，而能了然于先圣立教之初衷，则读习之后，即可以示其功用于事物。此于讲义之先，有必知之道，不能不求其明达者。夫子特命四贤，将读义之方，及习义之例，欲为指示，使学者有所遵循，而后尽讲经文，自义明解。此夫子循循善诱之意，虽万古无见，望读者留意焉。又曰宗圣所讲，未读义关键，苟不明大志，将不知一经就为何作。古人作义，故非为卜筮者，而卜筮亦大有用处。古人卜筮，非为一己之利害，必因民生国际有人事所难决者，而后执之于神。卜筮以通神人之情者也，必沉静具志，德性以服，而后神灵之。此卜筮之道基于德，而治卜筮之用在于修。未有昧昧然以求吉凶于师规者，故曰至诚前之。见乎师规，动乎四体，虽以神灵，而皆己之成名。所谓神而名之，存乎其人。故卜筮之道，合人天之德，而见其功，依道未用，而后见于灵。苟谢遐之，神将不灵，安能前之？故一言卜筮，谓序人以立成也。成则如神，不必师规而亦见其灵。后人前卜等术，多服于义者，正亦能成也。故欲知吉凶，非难事也，只在自治其成。天地万物动静皆有其机，诚以测之，则数利见。此因象求数之谓也。人能准道立德，智慧自佳，欲机即可得其数，又不呆卜而后知也。故卜筮有本，在于道德。苟失其本，何以治其用？皆象卜者，日言吉凶，百无一准，非卜之罪。人之未成也，自魁于道，安望神之事明哉？故卜筮未可一言也。即此异端，以见异教之旨意。又曰义之为教，无非明人道，而人之生死受夭，穷达贫富，
谓人事之志不齐者，此外物也。人之志于贤否？中间人报。亦人情之志不齐者，此内情也。又有强弱权病长短肥瘦之体质不齐，即顺逆忧乐劳逸优劣之境遇不齐，皆谓与生俱生，随缘共化，而不可免，则欲达其故，明其情，使去所不欲，而是所安宜，非先熟安于气数之运行，阴阳之迁转，莫能治之。故义者以吉凶祸福，世人从为，以象数变化，世人探测，彼依此以共生成，同安乐者也。故义素使至为，而夫事则显，言理至奥，而诚意则长。盖一本末内外之道也。有本可达末，内可通外，故难易互见，人治并宜。此圣人本天法道之心，而欲启迪后人以原始要中之教也。故亦教备于图像，详于文辞，而习之者亦必兼图文而共通之，方可直觉玄微，明晰就近。此于讲义前，必详视图例与象义者也。又曰人事之动，皆由数定，无论迟速，无可逃免。欲其挽回，必得业所感，因属成于气，唯德能养气以一数。此主客之气化合也。原定为主气，感召为客气。如因果属主气，而感应属客气，此就一人一时言之。若合先后天说，则先天为主气，后天因果感应皆客气，故数之能回者，必由客之胜主。所谓人定胜天也。八卦先天者主气，后天者客气。先天纯属天道，后天则以人道合天，故后天以坎离为主，即是人道可以代天命也。人为三才之一，而得天地全气，故其心灵直通天地，包括无尽。如坎离合为寂寂，即人道之成，而能旋干转坤以代行天道，故万物皆定，万事同顺，此大顺之象也。果明此理，则至平之业如反掌，即先佛之功亦如实界。此所以名寂寂也，寂成也，义也，生成万物，利益群生之谓也。故文王孔子皆以后天卦为重，而所传次序，皆以乾坤至纪位纪为用，严重人道也。与八宫次序重天道者不同，而道家则取先天，用天道。经教所传，及少周所授，皆道家旨。禹周亦有书，不可不知。弘教附注，宗圣所讲及经详以习义者，每望义之为教，而读其经不通其用，以为此古人之物，不宜于今。而不知圣人作义，为教人致用也。守重人道，明人事，
而以通天地，名物情，以原始要中，亦如大学中庸之旨。夫子最配下时之志，以众人道也。义之连山，以更为首。即明人事，众人道，与下时同旨。义之所包故广，而莫不以人力终极天地万物，以人主之。诚以世界计见，为人最灵。天地道德，为人可达。苟无人，亦无世界。故亦必以人道终始。卦象虽是天地万物，而莫非以人道为中枢，故亦教为人力也。能知此，则于用义未战，亦得其概。若列图观象，变化虽多，皆有细可循。诚以图书象数为义之本源，苟得其生成变化之术，习义自义矣。又曰宗圣所讲习义之法，以见义之为教，真义至精，未有变其道而能生成者。因上古圣人无不成道，所修虽无传本，而授有图像，因时无文字，只可以图像示意，传之既久，文字以著，乃就其图像代以文辞。人遂亲原有之图像，而图述文辞。然道家独密存之，以相传授。古来所着图像，皆列于义，以示其变化。汉晋时有传之者，如参痛气等书，皆述道而以义证之。可见道之真传在义。欲知古圣之言道，必从意象求之。此图像谓至重要。有非文辞可比者，文辞皆后圣推阐图像者，只可视为义之事故，非义之本来面目。今舍此而取彼，遂使义道无以大名于世。而后之习道者，亦不知由义求之，义故不明。道义日晦，其可慨矣。述圣讲述，独亦须先明义例，以其述辞有定，成象不二。必通其意而后明其旨，必决其情，而后达其用。如前干三爻图，天也、父也之例，必先熟记之，则卦中有前象，或通前象，及其比偶反类之象者，皆有服于干之意，即有类于干之情，则其为象，必同于干之物，如天也、父也之类。此亦是象之例。有不义者，也又如干之卦辞原想力争，其六爻之辞各异，而皆有其物与事以象之，则各卦中如有干之辞，及其爻之辞，或比偶反类之辞，皆与干通其意，必核对参之，以明其所至，而后知其辞之用。此义辞之例，必通解者也。昔义贵乎通，而用义在乎熟。苟直而不通，习而多忘，则何以穷天下之变，尽义道之运哉？盖义者以简御繁，
以显探为者也。因其为用至广，言文南北，谓道至大，事物同该，则不得不操其本，用其极，以不二之道，成不测之功，以致义之文，成至神之用。此所以尽64卦，384爻，而尽天下之事物与变化也。不先明此，则不能窥圣人至义之心，亦不能全义道之用，则虽至义终无益也。故贵在能熟其辞而通其象，义之为用。有独用者，有合用者，有对偶者，有推移者，有反逆相成者，有正顺相制者。其类不一，其例至多，则可就其象验之。如各卦各爻，均有独用之例，而相合亦成其用。其对偶推移，顺逆正反，则成其深刻变化之用。此当就其成立测之。盖乾坤二卦，各独立而为天地父母，合则如太否？其用不同。对偶推移则如复构遁灵之类，相生克以成变化，则如包覆损益继位继之类，皆有定例可循者也。致其比例交错，由此通比，由上化下，则如咸衡之乾坤，易损之离坎，各极其变而成其用，亦自成立。故必列象，观其分合变化，验其深刻消息，而后得其用焉。故亦有乾坤中立之序图，有坎离上下之序图，有其本宫变化之序，有一对偶推移之序，无非为及其用也。必先于其痛以求其义，于其义以正其同，而后知其变化由来，深刻消息之力也。是以习义，非仅是文义，安象数以也。必及其变化而神其用，其始则在熟其力。如知先天之乾坤队列序图，一变为坎离上下之序图，其原因如何，成用如何，而后知圣人义教之本旨，与无人习义之可谓也。义之八卦为纲，其所生化56卦为目，而乾坤二卦，又纲之纲，以各卦皆自是出，即万物生于五行，五行成于二气也。由其数言，八卦者生成之数，56卦则相生相制之数也。万物虽众，皆包于64卦，则一卦之分合变化，所该者多矣。故必详真于爻，爻者本于乾坤之阳爻图阴爻图，即数之96也。无论何爻，不外阳爻图阴爻图，即言万物万事，不出96之数，与阴阳之气也。由其合观之，则变化无尽；由其分言之，不过天地所赋之一耳。故乾坤为天下之枢机耳，阳爻图阴爻图为天下之本气，96为天下之总数。
实为生化之所始终者也。虽就其生化，有不可尽，而溯其本始，则不离于世。是即中庸所谓天地之道不二，而生物不测也。故义者，是天地万物中始者也。无论何物何事，莫不包于一中，即素无始，以弃天地之灭，皆由意象尽之矣。如以64卦次第列之为图，即足以示天地世界之终始。即自乾坤以气继未继，其推移转换，时宜世界自然之序，而缩言之，即一人终始生化之力。其为变化者，则有方圆图与岁序图，及八宫之序，皆与经中次序相正，以互为用。因大数虽有定例，而变化甚多，必合各图而后知其变例。如后人经世之八宫，交世之岁序，与少世所传于道家之方圆图，皆意中自具之力，为推其变化，以与经本次序相正者也。故大之足以尽自昼之象，小之足以合岁时之纪，即一人一地一时之事，亦由是足以占之。此则因天地生化自然之力，故如是也。及其变例，亦不出于各图之序，由正正变，皆如指掌，故可以明知未来，通达既往，而尽其变化，致其用也。是义之象虽简，而含义无穷。习义者必详求之，使全其用。而其道总不外往复于64卦之内也。其变例为图上多，此举其至要而以传者耳。习义之先，勿孰记之。宗主复注。此言习义大法，以义者以立明物者也。无论何卦，皆有其例，其分合变化，必先明其例，而后见其用焉。亦有太极一语，数义之所始也。而太极者，万物之母，亦天地之终也。即由太极以下，生生无尽，莫外于一气所化。而天地应有此极以立于中，遂能运行不息也。故亦始于太极，以其至极无以复加，故曰太极。天地上有此成，故谓有天地。即有此极，其为气至纯，为物至精，无可形名，故曰太极。而天地万物，皆由是生成变化，更依是主宰刚为，故太极立，而义已成，世界已见，人物以生息也。如两仪者，太极所生，而因动静所成者也。卦象始于乾坤，即两仪也。而乾坤则始于太一，即阳爻图，是太极之象也。故由太一之动静，而变为阳爻图、阴爻图之两仪。此义之始，当自太极，即义也。仪既为意象之始，
则求象者必先明太极，以阴阳为判之气，动静未具之时，虽有光热而未见其气，谓无始之始，所谓元气也。此气在出故无名，而以动静之具，乃分阴阳之名。故阳爻图、阴爻图者，自易出，而乾坤者自太极生，是谓生生之大本，不可不知者也。即中庸之中谓天下之大本，亦指此也。故中者，常在天地之间，而为人物生化之主，不论何时，常立于二气，以主宰其生化者也。亦之为象，乃一名生化之机，而所具各卦，无论如何变异，实有太极存其间，此所谓易之本也。虽不见其形，而其气无物不在，必自象中求之，而后得其气焉。盖由中庸之言中也，必自情之谓发见之。亦知阳爻图、阴爻图，皆谓象喜怒哀乐之情，而太极之气，正在阳爻图、阴爻图之中，如体认中者而后得之。此即易之所谓穷理尽性，即各正性命之意，必能见此，而后得性情之真，名中和之德。苟不克见此极，徒逐于阳爻图、阴爻图之象而求其变化，是将陷于徇情逐物之弊，而不能自正性命也。故习易者，必时时求见其太极焉，易之待用，在以神御行，以人和天，而避其本末，通内外以直其中焉。故象中有象，术中有术，气中有气，而皆以时位见之。故亦六位分三时，以先后天之数，和来往现之时，以上下位之卦，和天地人之气，分而复合，内而及外，皆于有象以求无象，有数以求无数。故曰数往者顺，直来者逆，亦逆数也。名其应以之求未之，应以往求未来，而有以立其中极也。故占卦，谓明天道也，而必极于人道，以人道合天，乃为明哲。此不义者也。如观一卦之象，必先溯其所始，即数往也，再推其所至，即之来也，而见其因行之人事焉。此众人以合天也。故观象必详其先后天，与其时位，及其变化，而后得其情，以复于性，则自立终极，以定人事之进退，以服天道之吉凶，然后其用可得言也。故八卦之有先后天，与次序之有异者，为使人之直中以定人道，循往以知来，顺变以应天，而应是以明其德，达于道也。故义象者，含义至深，致用至微，
而其旨在立教以明道也，重在正性命。通天人，企图与人言修旧以哉？义之言术，全依图书，天地之数，亦自然所成者，因气所致而见其数。气之所至者，至两仪之气，以其生化为五行，故言义必本二气五行。言义之分合变化，必本二五之生克，而万物之生成变化，亦自二五之生克中来。故二五实生化之本，万物所由以生成变化者也。要知由一生二，由二生三，三而万物成形，此天地自然之力不可议者。如观异象，必参其所合于二五之气数，以气数之成形，必有名有类，必因二气五行之名类而生化以成其名类。如肝属阳而为金，则凡肝所生化者，必服于肝之所属，此为气数所寄之力，亦即观象所当知者也。天地既成，万物已生，五行既别，万物已类，同则相推，异则相感。所谓变化，因以不尽，本一象以观其情。好恶丑有，莫不自五行见之。因五者以二气之分合消长而成，非如二气之纯也。情以杂而好恶各别，气以变而有仇各殊，有必至者也。故观其所生化，而知其所合于五行，则知其所变之情，而辨其宜否，以定其进退去取。此亦谓习义致用所当知者。大地卦之情，亦如人情，各因后天之生而异。此求象者必有以辨之。辨人之情，本于七情，出于五事，生于五脏。辨象之情，则必因于五行，合于十甲，服于六律，以定其好恶，别其有仇。此为观象致用之道，自古以明其利。故有纳甲纳辰纳阴之说，即合数之力，宜先熟之，数于致用，明了无惑。此亦习义最要之事也。习义之先，将所有图例象例列为种类，一一熟记，所因变化之象，自合象来，其所合五行与十位之数，均宜熟习。然后于意象无所以往，读经自能通其意，卜筮自能尽其用。此虽非一日之功，而必先欲求之。吾徒如章句之儒，以文字为事，则圣人立教为义，庶可昭于后世矣。宗主附注，此文言亦于象外应注意之事，虽经中未明言，而见系辞叙说各章，皆夫子恐人不明致用之道，故述其教于经外。盖天道人士，往往成相因相应之术，则由于一气所通也。天地人三者，皆一气生化，
故天道可变的与人，人事可变天与地，其理无足怪，不特人也。物之灵而得气全者，皆能知。故龙起云生，虎跃风动，以其气感其类也。人的天地最全之气，所感犹速，其因也亦以类。乖气至厉，和气至祥，皆类之因。所谓同气相求是也。如人而不仁，好行虐杀，以乱天下者，其感必暴风烈雨地震山崩之类，则气之自应，不其志而至矣。故哲人自慎其心志，以养其中和，而后感息太和，上应真详。此虽人所不见，实有其理可循者也。无论大小，皆如其气而必应。即一人平居，有何善恶，亦与神鬼应。此感应之理，书所谓作善降祥之类也。果明此理，则天人相通之故思过半矣。义之为交，正不外事，又曰义道，难言者也。而所言相，易见者也。圣人以道不可言尽，是以象视之，即以气行道也。道在气中，名气自即道，此内外本末之事也。如阳爻图阴爻图者，象阳与阴之气，即为96之数，气数不可见，而皆寄于阳爻图阴爻图之象中。故观象可以知气数所致，由象之参五错综，正反对偶，即可知气之盈虚消息，数之加减乘除，以明其深刻变化。而天道已见，人道亦因之而立，此为义教之本旨也。象者物也，而终为道所存。欲明道者，必求于物；欲明义者，必求于象力。此不义之理也。果明象力，敬而恶于道，则圣贤先佛之学，即在世中，并非不可知者。故义之用大矣。人见人，智见智，为世所求者如何耳？弘教附注，意义少象，象多数之事物，若不明其理，则不能知其用。所谓理者，非仅干为天为君之象矣耳，必将象力辞力，及其深刻变化分合正反之力，一一明之，更就其推移交换与连接次第之力，亦皆熟记，然后知其彼是力物之所在矣。盖亦以义为义，变化之道所记，而变化必依天地自然之序，非可凌乱无次而任情变异也。故自有其理，在正力者，乃先天自定之序；在变力者，则后天感应因果之力。虽变化无穷，总不得自外于力，此即所谓鬼度也，亦即所谓道也。以常道之不可尽，则求之变，变因于穷，变而后通，通则复常，
故百变不离其宗。虽常道有不免于变，而变道仍不失其常。此故天地之定序也。故变利者，谓权用也。体则无变，用则不能不有所变。以全其用，则变生焉；以成其体，则变不失其宗焉。故习义者，必之常变。彼先后天之图，己明明是人常变之理。文王求于有理，感时之非，念民之苦，处世道之变，有不能不变之事，乃述后天卦以明变利，而权易用。其指至深，夫子特指出以为教，而以常变并行之道，是天下后世之处变而权用。其指与文王同，故其者春秋，权比萧，以三世之意，生大同之志。其余明变复常之意，犹未显明，可知文孔言义，莫不重视变利。子思子此文，故特注意于斯焉。雅慎讲述，夫子命将易经要义，先谓讲事。彼读义者，深解古圣演义之旨，闻周说义之心，述明儒教传义缘由，而知尧舜以来历甚授受之心传要义。夫义自文王重演，周公继之，夫子及其大臣，而今闻大名，义力大者，读义者宜将系辞说卦序卦杂卦诸章，与全经，具明解无疑。然后的圣人演义之旨，即无人习义之用也。四传详于义力，为辅义易经之文，不读四传，不明义之为教也。故夫子于定义时，特接之，为易经参解以授弟子。彼明义之为义，故读义必及四传。义象至简，卦辞易略，欲通其用，舍先求之四传，不能测其端倪。盖义起于上古，未时久远，文字未兴，虽具其象，亦如河图洛书，仅演其点化而已。今神农轩辕以弃唐虞，带有增益，文字既至，正教义明。于意象之下，均加之演辞以着其意，因出传于语言，难留久远。相习故有失守，而意待则忘；相用故有成规，而意的折义，以至于夏商二代，各言所习，各本其志，而有连山之意，归藏之意，其取用既殊，而谓意义不一矣。至文王取而重演之，以成经传之意，因恐后人疑其同义，忘其本来，使详者其辞，以明其教。此四传之作，故谓传义为教者也。时代记书，传述又义，前之义者，图存其象；今之辞者，乃备其文。故义道至周始昭，至夫子始定为经。夫子本文周之作，加以所习，
而扩其意。夫辞具象，以次其序，明辨者用，以列其途，而后译之为义。有迹可循，有文可读，有图可验，有变化可侦，不似前日之奥咬难机，同义莫辩矣。故义教时成于夫子，而义义则备于四传之文。欲知义者，必先知此，而后可进而求之也。义之起源，非乾坤也。盖溯乾坤而上，则太极是也。然亦有太极，是生两仪之语，不见于经，而见于传，故必读传始知之也。义之为教，非言修就义也，而在因修就以悟性命。以道在人为性，义名人道，始于性善，而继之者善，成之者性之语。义详传中，义之言，数始于图书。自天一至的时，皆天地生成本数，而天一地二，大衍之数50之语。义在传中，义之为用，以其变也。变始于错综参五，以生化各卦，而参五以变，错综其数之意。义详传中，义之同义，在于序图，以其本末始终上下内外，各有其用，故有体有用，有同有异。而天地定位，地出乎正，各方为序图之说。义详传中，义之地善，大别有三，时代以殊，名类遂异，如连山归藏之意，次序不同，即体用生化之序，与男女之别，消长之象，其类皆异，其名皆殊，而本宫变化，与序卦次第，即连山归藏之首末位次，亦皆详传中。至如义之门户，八卦之本意，64卦之时气，与天地人所象之名类，少长老幼之奇，上下内外之谓，皆自有所合，一岁之迁移。
八方之分合，古今世界之中始，与人世吉凶祸福之战验，莫不详于传中。若不熟于传，则中至以下，绝不能探天地之妙，测阴阳之神，而以达于性命之源，明于行止动静之道矣。故传之作，为教后人之习义也。人求名义，不先明于传闻，是虽日读经，恐无益于事。故夫子以其所得，指出其要，而及其意，未传于经之前后，其循循诱人之心，足千古矣。虽其言得之先胜，非夫子一人所为，而其编定之功，实为继往开来之胜。读者其无负夫子之心焉耳。且卦之象气与数，必视其变化，而后得其未来。若仅直现象，则往复者不可知，将何以穷神之化哉？故通义必参全义之变化，非就一卦六爻之象，即足得其用也。有义者，因气明道者也。气可见，道不可见，必因有形，以素无形。有形者现具之象，无形则在无象之中。然气有以求无，亦不得也。必求诸有而不执其有，方得其无焉，而非经文所尽也。必广征于先后天之图，与本宫之序，及序卦之辞，而后知之。故必征于传闻也。如先后天之图，不见于经，即就乾坤之序，亦不知其位，为天地定位一节，言先天八卦之位，地出乎正一节，言后天八卦之序，皆足以证经文之不及者。如乾坤之序，为经义所定，始于乾，终于未纪。此故读经可知者，而其本宫之序，则不在经中，又非真于传闻不可。传有云归妹，女之中也，乃明本宫之始终。盖序卦之次序，本于后天八卦之生化，而未用也。本宫之次序，则本先天八卦之生化，而未体也。体尽象坤，故归妹为坤。道之静，后天用阳，而动向前，故谓既为干道之中。二者终始各异，致用一殊，而必由传考之，使得明其故。不特此也。连山守艮，归藏守坤，64卦之序各异，即方圆图与岁序图皆不一。凡由乾坤变化而生者，皆有定序。而今但就文王所定者列之，若不真于传，则他意图皆不得之，不读不备于用。而经中各爻辞，恒有取前各异之咎者，其意亦难所解。辟之归妹女之中也一语，苟不知八宫次序，终于雷则归妹，则其意将不解矣。
以经文次序，明终于未继，与闺妹合舍，是则女中之意，实非取于经义者也。况亦曰男，亦曰女，对举而言，即分属乾坤二者，干道成男，坤道成女，故有名解。而谓继之男穷，即指干气之静；闺妹之女中，即指坤气之静。然序卦中以未继，可见本干道之始终也。本宫则本坤道，思谓不同，而不同者正其痛也。由于先后天也，合之则同，分之则异。未有离体用谓之者，故一人同，人之既生，神形同具，性情两全，若分则死矣。然性情自别，神形亦殊，又不可混为一谈，是以言义必广征其意，以归于同。义之序卦为主，余皆为参互之用，以于合一，则义皆同，故易经但取其一。夫子一人之，而恐人之忘其余也，则被述于传，以为习义之助，彼读者的会通之，而误失其宗也。故传者，习义所必先读者也。义之始终，未象天地之气运属纪，而有先后天之不同。以先天包无始气无终，谓有物也。后天则自天地既生，万物皆具生化，有终有始者也。故形神各类，有无异名，道气并行，人天别用，非安其故，不知义之为义也。自太极以下，气于万物之中，谓义天地，而其象则自乾坤始，以天地之外，难具名也。然虽无物而可象，物以名别，必有形与神，象以气属别，故虽无形有神，仍可类以名，便以义也。人之生也，后于天地，则人事所观，必在后天之中。虽神流太虚，气道无始，而行现其动，积循于有，不可外天的以言人事也。故文王定卦，素使乾坤，而名义致用，必以后天为主。然恐人之诱于气而忘道，执于有而疑无，遂失所生，不知所归。故卦辞皆参以先天，更于传中补着其用，如天火同人，水的比，皆先天之名，以后天离坎，即先天乾坤，同处一位，故曰同，曰比。不独以天火的水为同气也，所有各卦亦皆如是，意在使人不忘本来，而有以见道于象也。夫义之为教，端重人道，而必先明原始要中之意，不明先天，将何以见其始终，而治其原要之功哉？故先后天之意，不可偏废也。义之有先后天，
非二义也。其为用人一致，由人之性情神行，不过静动之间耳。果通其一，则必达其二，如一卦也。但明其后天之象，不足用也。必兼先天之象而易之，方得治其全功，而于人之战验也。亦然，明其所战之卦，此现在是也。必通先天，而后吉凶可侦，变化可见。盖后天未易时，先天则盖来往，亦已知来数往未用，不求之先天，将何以成其逆数之用哉？故义者，不能分先后天而未言。文王之义，虽取后天之序，而用则人本先天，此义后人全不知之，或真为先，或真为后，偏而不得其体用之权，变而不明其变化之道。虽精精于文字之学，诗规之术，及其的词，亦无所验，反不如街头卖卜者之偶中，其义之不可信耶？人之不明义也。审义道以简易愈繁难，必先明其所以简，所以易，而后可以治其繁与难于目前也。舍何先后天参之，则将不知其所以简易。以象既穷而辞复尽，何以见其变化哉？简易云者，言象外也；而能御繁难者，则应有象中象，辞中辞耳。天地之数，由于气运，有定序也。因事皆成往复对待之象，义之所占，悉依此律。如乾坤屯蒙虚宋咸恒继位纪之类，无非相偶以尽。乾坤也，坎离也，震巽艮兑也，皆成对偶之象，而以往复参错为序。如屯蒙虚宋，其类相反，而相继以生化也。因天地之气，有生必有死，有合必有分，以生克而后成变化，此必治之事也。若不循环，则气绝矣。唯其往者必复，生者必化，而成循环无尽之象，使成天地万物之序。如一年也，春秋冬夏，皆相对以成岁，而冬尽必春，夏尽必秋，往复循环，万年不改。义之气运，正如丝粒，其间变化，或稍迟速，或有余不足，则运气有主克胜负。由春之温，夏之热，秋之凉，冬之寒，或有因否之差，或有反令之灾也。其在人事，则善恶所感耳。然大致不推，以其运序定自先天，故不推也。一义之变化，以后天未用，则有不能尽知之事；合之先天，则无疑矣。盖后天之事，则因人之感召而异，而先天者，则在人事以上。故先天多静，后天多动，
和而参之，动静不失其序。若偏一象，则不失于此，必迷于彼。髡之先迷后得，即指此也。习义既通，无复迷矣。故欲穷义之用，必先通乎先后天之象。今求其变化而不失其中，则何患乎迷？义之为义，故重在变易。以天地间之物无不变者，有形则变速，不变者必无形之物。故恒存之体必无习，惟至诚能之，习则变矣。天地之悠久，亦不习耳。人物之生，亦习一变，故随习而生死，不可复续。此圣至所悲，而必教人以至诚。其无习以免于变，义之为教，其止如是。故世人以变，而使之有替于心，象物随变以静。谨人之圣其中始，其以卦参五变化，皆明人物之变化不可免者也。因气使然，不复久住，随习以静，不知归处。故世人以生死自来，即生所归宿，以人道利极而求其成，以穷理尽性而求其合于天地。虽日以变言，实判人之无变也。人异于物，物莫能逃于变，故生死随行。人则有其性灵，本含不变之体，苟处于物之变，而重其性灵，顺天地之气，而存其神，知气数之化，而治其成，则性命固而神气永保。虽在变化中，而不随其变化，超乎物而与天地共存，则真人以上，不为气所贼。是则得道之事，足与言义之教矣。盖圣人作义，为悯人之变而不可久，化而不复归，生而蒙蒙，死而渺渺，不知所来，不知所往。立乎气而不测于顺逆，昧乎数而无责于吉凶。虽秉天地之中，而不能保；虽具性灵之真，而不克全；虽与物同变化，而神形俱尽，实违背夫生生之责，反乎天地之道。故乃为义以告思民，指其去来，明其祸福，象其气数，视其所宜否，而使有所循。更谆谆以言，恳恳其辞，劝其善而戒其恶，导之存审，以至于成名，照之仁义，使尽其性。故其文曰：干道变化，各正性命。又曰：君子终日干干系涕，若立无咎，无非教民知天而立命，修己而合道耳。其事象，必明指天道如何，人道如何。何者吉，何者凶，何者可为，何者宜从，非徒述其修就义也。故义者圣人教民之作也。
其以成人之德，谓至诚之行。中庸所谓为天地，育万物者也。夫诚则明前知之道，必在至诚，义知之来。故重在诚之一字。习义致用者，其细谓私语。灵义真人讲述。义者，圣人之所以明天道者也。其书传自上古，其文传于后人，非一时之作。故文与象皆谓明义也。义在象先，文在象后。上古圣人览天文，察地理，观物机，知人事，而后拟之以卦。卦以爻成，爻以化成。无化则爻不明，故卦有长短；无爻则卦不利，故爻有阴阳，而谓爻谓卦，皆所以象义也。故谓之象。象有未达，恐人易测，乃复以言，言以明象，象以明义。故卦爻文辞皆谓义用。义者，圣人以天地之大，品物之数，有生有化，有成有变，有其体，有其用，有其行直，有其神之，有其动静来去之机，有其升降上下之道，皆因于气，成于数，而有象可拟，有力可推。故以化作爻，以爻合卦，而视其义。谓以圣人之心意揣天地万物而谓之象也。故曰义，由度量也。天下万物不可度量，而度量之，斯义也。因义有所拟，而非固执所拟。故通之以明义。义不尽象，象则无不出于义。故象可无，而义不可不知。吾有言曰：得义忘象，得象忘言。此与后人多异焉，以谓达无之义也。盖言以明象，象既明矣，言将悉用。象以明义，义既明矣，象又悉中。此欲人之探其本也。非谓象不足重，言不足存。后人不求其所以忘，而虑忘之，是不知无语矣。无语重在一的字，苟的乃可忘，亦非可忘，自然忘之。盖的象矣，象外之言，宁可昧耶？得义矣，义外之象，宁可取耶？舍义取象，舍象昧言，是忘本也。忘本逐末，恶以见义。故本得而末自失，今本不得而趋于末，故不可。若本末得，更弃其末，又奚可哉？视之不学，岂有断章取义如此者哉？当勤火之余，汉时诸生，以其藏书出为博士，经历于官，师传于业，分门别派，议论书多，而意未尤甚。故谈文字者有之，论象数者有之，谓称图言者有之，谓卜筮数者有之，流演既繁，
是非莫定。故师孟之说，疏于经费之言，训诂之家，一夫战宴之学，至后汉魏晋而更烈矣。是之士子，读经则图求注释，观象则为记爻辞，近于句读之间，便于文章之末，初步问意所由作，卦所由成，茫然上古之成规，昧乎圣人之作义。史书同故址，今若据闻，亦知今义，不得复传。卦爻之神用，不可复释。略明其故者，莫不谓之兴叹也。必幼岁受经，童年习义，自闻黄老之道，和正闻孔之辞，身为义道之宏。今言圣人之义，乃略窥其堂奥，不敢徘徊于门墙，颇愿揭其精华，不欲自喻于糟粕。思发书笔见，作为之言，说诸文辞，则众求其利；考诸图象，则众得其用。因为探本之论，使有望象之言。夫象可望，而不可望；言可望，亦不可望。斯语也。盖以其深入之心，为上知之事而发耳。岂为初学者所轻乎哉？义道难习，圣人之心难见。此故人所共之闻者，而曰不求于言与象，足以尽于义哉？故言不得忘，象亦不可忘也。有志之士，因言误象，象得而言自忘，非言忘之可嘉，乃得象之足许。因象误义，义得而象自忘，非妄象之有成，乃得义之可贵也。象者，圣人明义之用，非重象而轻义。苟得其意，则象可有可无，且由一象可推至众象，象之不负众也。明矣。言者，圣人是象之辞，非重言而轻象。苟得其象，则言可详可略，且以一言而引申万言，是象得而言可忘也。亦明矣。故忘言者，必以得象；忘象者，必以得义。苟得义矣，义与心通。古人与我一致，今亦可服用。岂尽言象之妄矣哉？然而未容易言也。浅学之士，象之不是，必假图于言；义之不明，必借镜于象。此又可断言者。故无谓之深曰：言象犹全与题，未得于兔之用耳。苟得于与兔，自忘全题；若于兔未得，安得不求之全题哉？此欲信以切矣。而后人犹不知察，谓无谓扫象，有失经旨。夫岂无之所料哉？立言之难，于兹易信。夫亦圣人之作以立教也，教人知天道人事之常与变，立身处物之顺与逆，非谓文章也。天不爱道，故龙马附图，
圣人不爱教，故卦爻是象。然图出龙马，为天道所忌，象成卦爻，为圣教所存。今若执龙马以论图，而忘天道；执卦爻以谈象，而忘圣人之教，恶足以尽图与义哉！故天下独异，曾不知义之用，尽人习象；曾不得象之用，以失其精而逐于末。虽辩匪智，虽才匪道，小小合意，孜孜奚味。此为编三绝之志不传，而传词11之文图颂也。夫义之初，仅有图画，其象至简，简以示繁，故重在通其变。一象而万变，一卦而千例。苟不会其意，则将虑天下读者死于象下，而莫明其神用矣。言之初亦圣卦，后圣以未尽也，未续之。于是言有一词，文有异义，贵通其变耳。言有难通，必求所出。言出于象，一象而万言。今若不求之象，而逐于言，是虑天下读者穷于言下，而不得其旨归矣。是故习言必尽于言先，则为象之求未得；习象必尽于象先，则为义之求未得。得其义，则圣人之教了然矣。是谓探本之论。不然，亦岂异名哉？徒守于辞章，工于训诂，同盟之事也，岂学士之所恶乎？故民义必求义之用，习义必推圣人之心。圣人之心以象通之，以言循之可也。谓言与象，即圣人之心，犹未达矣。故以象求义，以心应心，杳焉如明，昭焉如神。天道无垠，圣教永兴，非学者之所至乎？且夫义之为书，自伏羲氏始，其实上古，犹在道化之际。人皆乐道，物皆顺身，为清净之所宗，道德之所重，绝后黄老之学所本也。故义之教，道教也。伏羲神农皇帝启之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成之，圣圣相传，宗风未坠。虽变体有连归之意，而本象人乾坤之名；虽致用有先后天之殊，而原始要中悉气数之序。故一义万用，万书一本。即今周易出自儒者，而名类图说，犹存于道家。外象天地人物之身，内应性命神行之道。其一致不二，至中至和，不独通中庸中和之言，亦可证道德报义之旨。故无儒道之分，老孔之别也。故在儒释亦为六经之首，明信道之源，为立圣经以兴传。孔门为言所见者也。若自道家释义，则干道性命各正，
更向内外通止，清净无畏，则履谦之极；顺养抱一，则坤训之宜。盖自上古真人之修，垂为后世道家之教。其言语象，足与黄老之书表里，庄烈之说印证者也。故义之经为直通天人，庞达一切，立圣成德，诸家立言，莫不归本代宗。朝宗海弱者也，故谓亦谓一家之言。吾宁谓诸教之经，谓卦谓伏羲文王之作。吾宁谓上古传真之本，此非可于言文所尽，象爻所得，必进而求其义者也。故义之为学，真乎言文，不过谓之节之求，同盟之所至也。直乎爻象，不过谓物表之拟，比理之所谓也。欲通其意，会其规，得其情，圆其始，则必似置于言象之外，而玩所乎圣人之教耳。且夫意象本于河图，卦爻分于太极，河图之数，成于天地，而五行元二气也。太极之分，化为阴阳，而两仪人同一宗也。推其变，则千万无尽；就其源，则一致有归。此真义之意所由来，而要中之辞有其故也。今之言义者，不图其理，妄拟其物，不会其规，妄揣其知，越迟越远，不得其宗，则茫无纲领，越推越分，不知其要，则好无涯肆。在此言此，而莫通于彼，以卦论卦，而不彻其用。虽言之若有物，而审之中无事，此亦道之混沌，而今义之纷纭也。夫善为言者，必先其纲目；善为事者，必正其本末。天下虽大，不外于道；人物虽数，不离于身。以简喻之，则智有余；以分理之，则力不足。故老氏贵守一，孔子贵治中。中与义皆天下之大本也。得其大本，知业从之，治其中一，变化见焉。虽卦有多变，爻有多利，象不可尽，而气义也；言不可穷，而数义也。气数可通，神用乃见。故智者察上，愚者察下，明者得精，昧者得粗。悠游清净之门，则天地渺焉；永为淳朴之乡，则生化寂焉；心于自然，则与天同道；乐于太虚，则与道同用。圣人不以文为美，不以多为胜，不以物治其神，不以数治其器。虽有卦爻，非以卦爻苦人之心也；虽有图物，非以图物故人之性也。故象以义立，象有尽而义无尽；象以严明，象有规，
而言难归，以其物也，非神之类，器也，非道之门，则假之为图可也，非止于事也；曲之为导可也，非至于事也。因其性情，明其顺逆，谓鬼以测日耳，非鬼即日也；谓度以量的也，非度即的也。故学者当至于上，而求其本；勿逆于下，而忘其境。先圣之治，后圣之师；先民之行，后人之法。果求而进，则言相俱在；物至于德，则言相亦徒然耳。是之君子，当不合汉思语，宗主书数，易经中最关重要，而为汉宋诸家争执最烈者，则先后天是也。夫先后天之名，由来已久，唯宋以前儒家未言及之，所传者皆道家也。至宋周少诸子得之道家，重为权势，于是先后天亦为儒者之口头禅。而汉学派则非难之，谓非经中固有之意，非孔门传授之词。公节纷纭，莫衷一是。其实先后天云者，意象本来有之，不独意象有之，即凡天地间事物，数与气之推迁变化，时与未知地善往来，无一不有先天与后天之分也。就意象而论，自伏羲出画八卦，后之纪者，有连山归藏周易，其事记忆，其用一书，则其名与义，自有前后之差；而其体与用，自有正变之别，则虽欲不为先后天之分不可得也。易之言曰：先天而天福为，后天而奉天时，则先后天之名，故非后人所臆造者。就易卦象而辨其为先后天，故以名圣；从易文辞而推其属先后天，亦以这圣。所习秦汉儒者，未尝错义，不谓著名，未尽以降，扫象之习既行，则关乎此类名义，更无人说起。此易学之荒废，象数之失传，何宜乎道家独得之真？故先后天实无可非议。所要者，在先后天之真正诠释耳。夫先天后天者，以文字言之，则一前一后之意也；而不曰前后者，则以其非仅前后之殊也。盖虽前后，而于中生变，有前后界，无前后之行也。如以八卦论，由伏羲之治上干下坤者，一变而成文王之治为上离下坎，是也。夫离坎故伏羲卦中原有之象，而异其地位，则非复原有之用也。故离坎代乾坤，而乾坤退于未之象，虽由伏羲原有者一异，究以与伏羲原有者大异其趣，故前后之间以大变矣。由之昨之与今日，
时虽同而其次已不同，则不得不更细之以明，而知其别，使人易事也。故名之曰先天后天者，名其大别于一天也。古人定名必有其意，其曰天者，指其象之大也，是其时之久也，名其数之广远也，是其用之悬殊也。故曰先天与后天焉。亦知本天道而演其气数也。人物生化莫不根于天，则凡类此者，皆天之属也。先天者先乎天，言在后天之先也；后天者后乎天，言在先天之后也。虽同此天之名，而异其次，则先天与后天，非首末始终之比也。故名之先后天，而不谓之为前后也。夫先后天之为名，既如是数，则其所以借此二者，必依势利，不可苟也。如卦之先后天，以文王位出于伏羲，而异于伏羲，故得名以先后天。若非如是者，则不得名之也。文王之意，虽全与伏羲卦同，而其地位不同也，其次序不同也，其首末始终不同也，故其用不同，则虽同一卦，而各异其意，此由同而异也。然名故同，象故同，气数之消息往来故同，人天之皆应和故同，则虽异其用，而其体人同，此由异而同也。如是则无异也，不得谓之先后天，无同也。亦不得谓之先后天，惟其由同而异，由异而同，方谓之先天与后天。盖天自是其同，先后是其异，此命名之精，有不可不知者也。夫先天后天之别，亦有可得事者，则由于气数验之也。大抵象之所观，皆气数之所致，而其属先天者，在于气化；属后天者，归于形身。凡由一气所分，一之所判，统系昭然，生化不乱者，皆先天者也。其由二五构精，阴阳交错，有合则化，有偶则生者，皆后天者也。故先天之象简以纯，后天之象杂以繁。先天之生化纯乎自动，后天之生化必以和。故原生之物，以本体自分而未生者，先天之类也；形生之物，以雌雄交合者，后天之类也。其如卦象，伏羲之卦，由乾坤分出不相错，故谓先天之象。文王之卦，以四正四余交错来往，故谓后天之象。八卦如是，64卦亦然。其为先后天界限分明，毫无疑义，并非徒以前后言也。由是推之，则天地以下，无论事物，
苟有气数，莫不有先后天之分；苟有生化，莫不有先后天之意。不独意象然也，能明此理，斯能明先后天之名与义，而不制作无谓之争执，谓未达之功捷也。图像，宣圣讲义，义之为书，自来仅具象图，无文章也。至唐虞以后，始由象而增以字，由言而演为文，文字既传，图像反会，此则后人舍本逐末之过也。要知伏羲画卦之时，未有文字，而语言可口传，不可记录，仅以图像载之版册，而将意义传于语言，果不得其师，则不明其意。图执图像不能通其用故也。然既有图像赋的失传，则虽无文字可诵，而仍有语言代示，其传不失，所资于图像者大矣。即用文字之后，则意义均宣于文章，图像之玄微反不若文字之明显，故文章日多，而习者不知重图像，图习为文章演讲，文字训诂，不复从图像中就其精深，弘其体用，盖自周秦而后，亦知图像已见亡矣。然今之所存者文字，由文字而能探义之用，亦由古之仅有图像，由图像而能尽义之意，其得失颇同，要皆偏于一端，不可见义道之权，是以欲明义教，必兼图像文字而并重焉。以文字示图像，则无呆思索之烦；以图像证文字，则不蹈虚书之弊，是义之为书。二者不可缺一也。今日之义，多有详于文字，而忘图像，虽卦画犹存，而图像不备，兼有补者，而不得编列之序，不解体用之道，虽有其图，不充其意，是皆一本之失。兹既讲义，当先正之，彼图像之用，与文字同，文字之精，与图像合，则习是书，能直探古人之心，而有以昌明义教，其所益于世，亦大矣哉！义之有图，自伏羲以来意见加多，至周大备，秦汉乃夷之，连山归藏义，皆由图以别其用者，无图则不知有何以义也。古来图像，皆为计气数之变，明天道之用者，故曰图谶，以其明未来之事，和神鬼之吉凶，为占卜之所凭依，是人祸福修救者也。故图与卦同一用，虽简略不文，而足以计数明辨，如河图洛书是也。一切图像，皆始于河图洛书，故二者为图像之祖，亦易卦之所本也。义之图像，自不外河图洛书，而河图洛书，非独义所有也。义之所有者，
如太极图、两仪四象八卦图、64卦图及伏羲先天卦位、文王后天卦位、64卦分合变化诸图表，与卦象生化、卦气奇偶、卦用分合，其余合日月之度，参音律之数，纳干支之气，明师归之情，以及各卦变例、序卦次序、天地人之位、来往之时，各有图表以记其用，皆同合图洛书，谓一之图像也。其间既经遗失，不传已久，后人虽补之，有未能合原本者，应逐一审定，明其次序，以为习译者之途径，亦以少数古译本之精神，读者其留意焉。宗主附注，夫子所指图像，皆易经原有而失传者，古本亦仅有意象与图，而无文字，后人加入文字而遗图像，是舍本逐末也。不先求图像，则不知义之由来及其变化，虽读经传，不过为记诵之用，而不能直探天地造化之源，人物生成之本也。故夫子谆于图像之审正焉，考古本义，凡于先天后天之异同，及伏羲文王连山归藏义之分合，皆自图像辨之。若舍图像，则皆浑然莫别，即如先天方位，与后天不同，非有图名之就不知何谓而已。且卦爻中之文辞，何以10千及本卦爻之外？而其变化更何从推溯？此皆必由图像证之，方得其究竟也。不过一之图像，有必要者，有次要者，有无足轻重者，自有统系可循，体用可别。若杂列无章，不知其精粗轻重之道，则人不能全易之妙用。如太极两仪，为卦所自出，则最先之物象也。方圆诸图及卦之变化分合，则自卦出，为次要者。其他错综诸图，皆不过广卦变之例，为供习译者之参讨。非易中必者之图，则列之故佳，不列亦无大害。斯但举其一例，即可推其余，有不必尽录者也。此系略述一端，非为所有图像，尽在事例，要当于讲习时指明之耳。大凡图像为艺术所示，气数有大小之别，图像有轻重之关，天地所自始，人物所自生，皆气数大者，其图像至重要，因非图像不得明其故。如河图洛书，谓气数之本源，若不知之，终不明二气五行天生的成之理，其所观亦较至具，且未亦极精微，除非后天中一物一事之可比拟，是则习亦必先通之，而不容少忽略也。故观诸图像，谓习亦一大事，
虽经传遗名，而图像亦当熟记，非仅文字诵习而已足者，后之读译者，其注意思止，复甚讲述，译之言道，本契语数，而习译者，必求之象与图，前以言之矣。一言气数，纯本天地自然之象，由一年也。自春而夏而秋而冬，为二气所周流，成40之往复，以分言之，谓月12，谓日360，而其气则有木火土金水，与太少阴阳之类，其数则有40、12月，上中下3旬，各日之名，皆以记其气数所致，而使人知天道之流行也。例如7月7日，其数皆阳，而时属秋；其气未经，而直属阴，以阳喻阴，为配偶之象，故有天孙和谷相会之事。因其气数，以为节令，非无稽也。一年各月，均有此气数合值之日，均为名节。争其数则知其气，参其气则知其象。故象者，在天有其景，在地有其形，统名之曰文。莫非天地之象，而莫非气数自然之序。故星辰日晷，水道陆行，皆有定度，圣人则知，以者未交，而后人知天地之是非荒渺者也。唯义最详，以其本气数而视图象也。故习义必自象与图始。天地虽大，义则至简，有以知以见，推于谓之未见，无不合也。故览图象，足以尽天地之妙，通气数之神。神也者，思气数而载造化，天地万物，莫非自神主之，故义之为交，以神道终始，而义之图象，即始于龙龟之图书，以明其神用也。神用无极，神德不测，故义道无穷。义之妙用，必由图象始可以参之，往复生化，即偶变迁，皆图象所示。智者见智，仁者见仁，则图象者，正如天地之交，朝朝在目，而欲穷其极，虽甚至有不逮，是在学者善体会之耳。宗主附注，义图分2类，一类，义中固有之图，如伏羲先天卦位文王后天卦位之图是也。一类，义外之属而关系义者，如河图洛书各图是也。此2类者，皆讲义必用之图，以其直明义之数象，使人义明也。此外又有义用之图，如者龟之数，纳甲纳阴之序，与合日月七阵之度，岁时地理方位时令之序，皆为推广义用，明变化而行鬼神，为后来卜筮堪舆择日，及依巫方纪家所本，与五行生克。
八方望相为后人六人六丁，奇门遁甲之说所自出，与道家兵家之用同，而莫不本于一之象数者也。言其至今，则内宫皇庭修养之道；言其实用，则日用及凶趋避之方，皆必真之于义，而后合于天道也。故名此类曰义之辅义图，因是义之实，似可勿用，而及义之用，以穷天人之道，则不得乎之也。故义之图说，应分三大类：首则述义之源以溯其始，中则明义之道以阐其所运，中则推义之余以广其用之神，而尽其道之全也。盖义之为图，自来无多，中经脱略，更不足全其用。今必为补之，使习义者得明义道之大，而知义用之切于日用也。故图所录，必是所需；苟非必载，则勿多录，免后人不明图之用，而以为无关轻重也。宗慎讲述，图像者，义之所以是其物类与气之消长变化也。如干之为干卦三爻图，坤之为坤卦三爻图，而乾坤合为泰或否，变为复或构，则成其象如泰位。泰卦六爻图，以乾在坤下；如否位，否卦六爻图，则坤在干下。观此象，则知二卦皆乾坤各半合成者也。又如复位，复卦六爻图，以震在坤下，震位长南，一阳出生，干交坤而成震。构位，构卦六爻图，则巽在干下，巽位长女，坤交干而成巽，亦乾坤出交之象，为阴阳出变之机，则观二卦之象，即可见乾坤交合相生之类。必以阴阳为根，以阳者，合阴则为义类，而交阴则为义物，由其气之变否观之也。太否反类，天地为义，复构，义物，乾坤已变，故乾坤之合，不谓之义物。以气虽反而未变，若既交，则变矣。如巽正为乾坤所变，其气与乾坤殊，故象异义，则观象可知气数，而得象可辨物类。虽千万变，犹可寻所，只在就其图象，而真其中始耳。故欲知义之名物别类，必先审诸图象，夫列图观象，以探其本末始终。必先察其体用，及其变化，而由大及细，由卦及爻，由内及外，由出及中，必求其所生成消长之数，盈虚变异之气，而更比类及物，观其中爻，校其互卦，以与本卦参，而后可得其故焉。盖图象者，以物示其气数，非一物一名可以尽之，必求其始终，及其变化，
而后知气数之所至，与物类之变，性情之分，各得其真，如天也。非谓苍苍其色已耳。知天者，必考日月星辰之行，风云雨露之变，神鬼之德，生物成物之道，而后得天之为天也。故观卦必珍诸一切，必因其生辰来往，而定其吉凶祸福，则由明其情性，知其好恶故也。所好者吉，恶者凶，所生者福，克者祸，故必详求之，而后可言占验也。夫图象者，如地图焉。习地图者，必明其地之所在，即明物之所出，并其山川田野之势，连接境界，道途远近，人物之所安养，皆熟知之。若仅闻其名，则何益于用？故察卦贵明其用，而列图观象贵详其变。非仅视其名，记其形，即足也。且观象重在观其变，生成变化，为天地自然之数，以天地纪电，凡物均以对待而生。对待者，阴阳也。有阴必有阳，有生必有死，故有名必有对待。生以死名，长以消名，善以恶名，美以丑名，以相形而成故。有此即有彼，即由一阴一阳之相偶也。故阴阳者，非指言气，凡对待以名者，皆阴阳之类也。人执阴阳为气，与不认有阴阳，皆不通道者也。果无对待，则无阴阳。如天地之先，则无阴阳。故太极既立，两仪随身，不曰气而曰仪，即明其类，不限于气也。无论事物实谓之名类，皆有阴阳，故以仪名。仪者，言明而示意，指物而辨情，亦由象也。凡物皆有两象，故太极之后，必生两仪，而易卦之变，必相对待，如乾与坤，坎与离也，其序也，亦由对列而成。观其对列之象，知阴阳之错行而不稳也。观其变异之序，知阴阳之交合而不乖也。大知立天地世界之生成始终，小知立人物日用之起居作息，其数不可议，其气有必至者，故必列图以观，详其始终变化，而后得其性情物类，以治其用，绝非昧昧者。图于一卦一爻之辞可求者也。亦以乾坤终始，而溯源太极。乾坤为两仪之最大者，亦为万物之最先者，故能始终万物，无不包容。八卦，64卦，384爻，无非乾坤卦爻推变而来。虽64卦，变自八卦，而八卦之六，仍分自乾坤。
故乾坤为一门户，意之总书也。干道向天，坤德向地，乾坤即天地也。天地之德，以人而彰；人之德，鼎立天地间。故人道立于乾坤之中，而合乾坤之德以成人道。干道成男，坤道成女，而人道遂始终于咸恒。与纪为纪，以明人与天地称三才也。由卦观之，先天属艮，人道所使；后天坎离，人道之用。皆在乾坤之中，以维系万物，而共负载之德，以谢理阴阳，而见中和之功。故观意象当以人道为主，如终极既见，则万物咸宜。此六爻之德，以中爻为重也。大抵圣人以义世交，守重人道，虽尊天地，兼万物，而以人终始之。故曰：天地大义人终始。观象习义，必求乎人道所存，而后圣人之心可见也。夫义者，是人以变义也。以天道之变义，定人道之变义，以人道之变义，合天道之变义。故以天人为言，天道至为，人道则显；天道无畏，人道则勤；天道无名，人道则重。位类极殊，而必其之一之，此所以谓之义也。由象言之，同此八卦，而体用书；同此六爻，而动静书。由数言之，同此九也，而老少书；同此六也，而上下书。故谓物简，而谓义重；谓名义而谓类多。得其本末，则由义及万如解所；不知其由，则处常应变由处翻。故习义者，于义外求义，以尽其变；于象中分象，以通其神。而后得圣人之心，垂象是交之意也。观象也，必观其来往动定，必辨其分合交错，必类物以别名，审情以辨性，而不失其中极焉。盖卦象以一象众，亦由言道以一喻万。终极者，义也。义以贯之，方谓之通。故变化者本于不变，动由不动，生由无生，必先明其故，方可以直象用义也。夫直象观义，辟之观其，合者生，合者死，合者进，合者退，皆因了然胸中，动明目下，使得其深刻变化之用。如乾坤二象，原属阴阳大用，而干之大始，坤之成物，一生一成，一始一终，皆在象中见之。盖阳生阴成，阳始阴终，此气之自然者。阳数用九，阴数用六，九为天数之终，六为地数之始，
河图之利也。以阴代阳，以始至终，循环往复，以成其用。此数之自然者，和气属观之，则知象之生，死进退，分合消长，无不明了。故曰观象之术，观数之气，数成于气，象见于数。由上言之，名气出于道。得道之事，不言数象；由下言之，则气无形，复数以形；数无执，复象以成。不求于象，安知气数？亦逆数也。由下推上，有以知求谓之，故必自象始。此圣人教人观义之道，以中人之志，必如是也。若不明象，何以探义？又何以探天地之妙，万物之则哉？故观象贵精，悉亦一系也。河图歌天一生水的6成之地，2生火天7成之天，3生木的8成之地，4生金天9成之天，5生土地10成之一，6在北，2 7居南，3 8居东，4 9居西，5 10在中。宣圣讲义。义传曰：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。此言河图洛书所由来也。天地之间，运行者气，计量者数，显示者象，而主其中欲之以合度者道。道兼神形，气数则神之见也，象则形之成也。凡天文地理，可计可指可明者，皆不外此3类，而皆不离乎道。河图者，天地自然气数所赋，而成其自然之象也。盖天地既奠，神形全具，有其气者有其数，有其数者有其象。河图之出，以象之显也。其象之所示，则数也；其数之所在，则气也。气有阴阳，名曰两仪。言既生成之后，必有此两者之质，以为其成物之本也。两仪化合，遂分为水火木金土5者之气，名曰五行。言两仪既化，必有是5者流行其间，以辨其性，而别其类，亦物之始成所秉者也。两仪既见，五行乃明。2五构精，万有始生，此属天地万物生之本，莫之能外者也。五行之气，因2为5，虽5人耳，然言其本质，必自5者始。后人或云为4，或云为3，其义大同，就不若别之为5。是合天地自然之气与数，是正之河图，可见其旨意。河图之中，点化成象，自一至十，各相连而不混，相离而不乖，其数之自然，足见其气之自在也。气之动也，以2气之分合而后化，故生成之数，必属于天地。天地者，
二气之所主也。物之生化，以五者为类，而水火木金土以变以明，以成其五行。水火木金土者，五行之所主也。故河图之数，生成自天地，而名类止于水火木金土，而天下万物莫不尽于是。是故河图之象，即天地生化终始之图，其气与数，即天下万有分合变化之本。斯所以为天道之所见也。而圣人则之，应以明天道，以立天下万有生成变化之规，而数之为义，则河图者义之所自仿也。亦传曰：天一地二，天三的四，天五的六，天七地八，天九的十，天数五的数五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，天数20有五的数30，天地之数50有五云者，即河图中之数也。河图以天地统全数，以水火木金土分配各数，而建立天地万物万数之本，以明天下之物，莫不有数，莫非生成于天地，而得其气与数以成其气数。自河图言之，则气数者自然成形；自物言之，则气与数皆出自天地。盖天地亦在此气数中也。未有天地，气数已聚；既有天地，气数周流，以成万物。故气数者自天地以下，莫之能外也。今言河图气数素始于天地，盖自有象言之，即自天地建立以后，而推溯万物生化所本，万有气数所由而已。图中自天一至的时，谓数之根本，亦生成之根源。天亦生水的六成之，则言水之生成之由来，以天之一，河的之六，而后水之生成始全。分之则水者得天之一以生的之六以成，天生的成，是其气之备天地也。天一地六，是其数之该天地也。而水已成，此五行之一。所自生也，火也木也金土也亦然，而土为其中心，故五十在中。水火木金四者，皆依乎土以立也。如1加5为6，故水为一六；2加5为7，故火为二七；3加5为8，故木为3八；
4加5为9，故今谓4九。土则5加5为10，故土谓50。此数所自何也？天之数5。1、3、5、7、9。的之数5。2、4、6、8、10。生之数5。1、2、3、4、5。成之数5。6、7、8、9、10。其分也皆5。5则中央之数，中而不偏，动而能和，中和天地之道，土之德也。故五行皆以5为其根，皆立于土以为生，此自然之序也。天数之类为25，即1、3、5、7、9之和也。的数之类为30，即2、4、6、8、10之和也。二者虽分各半而数异，则既生有形之后，的天者不足，地者有余也。天地之总和，50有5，即25加30，以成天的生成全数。为大衍之数而余5。5即中央之数，二气之权，五行之本，为天地数之妙用，即河图之中，天地之心也。明此五数之妙用，则通天地之数，直见天地之心，而万物生化之序，无不明矣。故一至10者，天地生成之数根；而5者，天地生成数之终极。此河图4列各数，而独以50建立终极，其旨趣之为妙，有不尽矣。5位相的各有合者，言数各5而必合，使能治生化之用。如1天数也，生数也。6的数也，成数也。2数合而后水已成，以合则前数化，心数成。1、6既合，天地之气已化，而水乃成，此由数之和也。水之成分，的天之1，的之6。故水中所含者，属天者1，属地者6。天地既化，水数乃见。凡五行之生化皆然，皆由二气之和也。五行亦有和矣。如水与木，木与火，火与土，土与金，金与水，各以其和而生化万物，则各以其数之和，而生成心数，故变化至无穷焉。然二气之和与分，恒相得，五行则或得或否。如水与火，火与金，金与木，木与土，土与水，皆相害相制而不相得，则数因之亦有相消相除相加相成之意。其相的也，则生成之；其致害也，则克化之。由其数验之可知者也。故天一宇的6合，一阴一阳，合乎道也。若天一宇第2，则不能生成矣。若天一宇天3，更无所生成，以其不相得而不能合也。故生化之序，必因相得而后合，合则生成之功见，不得则相反。
反则变化之数成，故天一致的时之数，时包举天下生成变化之数，以至无尽，不可计及，而莫外于何否二字。由是可见天地造化之源，万物生成变化之序，皆在河图中辗转推求，以穷其气数所致，则无不知之。如天一地时之数，时数之根；二气者，气之本；五行者，万物生成之本，皆造化之始基，天地人物之原直。由一而二而三，而后万物以生以成，其道故昭昭矣。二者两仪，三者两仪合化五行是也。二五构精，妙合而凝，天地应运，万物化纯，此由三而生万物也。故河图天地之数，生成之本数也；五行分合之数，万物所自生化之本也。由其未言之，则暗乎天地之定序，南北东西方位，而相得者也。故16以水居北，38以木居东，27以火居南，49以金居西，50以土建立中极，以因四方而通天地。此地为世界中心，凭之以测天地之生长万物，所谓极也。天地之极，极数之中，极五也。河图言50，若书则仅言5，以5以足该10，时即25。天地根数，知存纯数，不误及其余盈，故言5而土之数已足，不似水之必兼16也。其所合也，往往因其生化见之，故16之合，27之合，皆符自然之序，而5与25之时，犹可见矣。若言5则10以见，虽35、45，仍不失其5，故不必争于陈述，而以知土之数之为15，盖以天之5的之10，合而言之为15，去其10仍存5，此5数是土已足，其数虽异而内藏10矣。此为言数者所当知也。河图之数，以二数合而成一象，故10数合为5，以成水火木金土，为其合也。有变化见焉，以6为成数之始，又的数也。9为天数之中，又成数也。二数识天地之主数，故义乾用9，坤用6，干天也，阳也，坤的也，阴也。阳数用9，阴数用6，此中亦有自然之序存焉。是就河图观之，自北之阳数1始，转东之3，南之7，西之9，与中央之5，其次自然顺行，谓1、3、5、7、9，是阳数，是义中9。9则阳气已极，曰极阳，亦曰纯阳，故干取之为用。在旧图之因数观之，
阳中则阴始。阳数终于西方之9，即交于痛方之4。阴数自4始，转而南之2，东之8，北之6，和中央之10。其次亦自然逆行，为4、28、6。是阴数始4中6，以6为至阴。阴气亦集于6，故阴数用6，以与阳9相接而正相得。盖以图平列其数观之。阳之数自1至9，阴之数自4至6，自成一环，不待一役。阳气方中，阴气即起，阴气辅进，阳气即生。阳老于西而阴即始于西，阴极于北而阳即始于北。二者相环相合，以成五行，周流无尽，以遂其生生不息之道。而天地以立，万有以生，一切物事予以循环变化。此则大气自然之序，大道自存之规。莫之为而为，莫之至而至者也。为圣人则之，而至为义以象其度。而因阴阳之境，知乾坤之用在9与6，故取9、6以代乾坤。权益无非由乾坤生，则权益之数无非自9、6出。9在一极，阳爻图； 6在一极，阴爻图。阳爻图与阴爻图即9与6，故卦中有阳爻图者，名曰9。如初9、92、93、94、95，上9是也。卦中有阴爻图者，名曰6。如初6、62、63、64、65，上6是也。人不知9、6之来自何图之数，而不明用9用6语。阳爻图之为9，阴爻图之为6，知何意？时犹不习何图，遂不解9、6之为阳阴主数。阳主9，阴主6，为何图中以明示之？亦虽言9、6，未指所出，后人莫能解。故何图者，权益所本，欲明意象，而忘何图，以其场恍于文字间，而不得圣人取象之旨去矣。何图之数，因阴阳之分合变化无尽，而万物之气数，由此以见。权益卦爻，皆由此推移转变而来，以象天下万物万事。其始则人事二气五行而已。图中之象虽寥寥，而生化之物不可计及。不仅此也，就图数之次序而推及其未来与其过去，则天地未生之前，与世界变迁之历，皆可由此数以得之。盖数者，推之千万无尽也，加减乘除而已。或分，或合，或奇，或偶，各治其用。用无穷，则所生化亦无穷，要在知其用耳。乾坤用9、6，为天地大用，亦数之总纲。由9、6而生化者，
不可计及，而不外乎中极。此图中以5为中心也。是就阴阳各数值列之，1、3、5、7、9与4、20、8、6，两者相偶而加之，其和皆5。此即天地之心，谓阴阳二数之中极，亦阴阳二气之中和。天以此立极，事以此立殊，万物以此为纽，故并育不害，并行不悖，并生存往复不失其序。此神之所存，道之所见，而谓义之终极者也。故阳者顺行而齐，阴者逆行而偶，而皆集于中午，以为主宰之躯，以行鬼神，而通变化。此所谓谓之相得而有和者，以其见中立极，而不失其次也。合图言数，本乎气，通乎道，识天地之精华，自然流露，而垂象于人，以示其力，非偶然所执者，亦非怪诞难稽者。圣人则之，而意象已成。言道者之所宗，言术者之所本，即一切方术，亦莫不由是以为推演之准，时人文所自始也。圣人在世感于天神，而图乃见，图为圣人出也。故欲深究图之妙义，必自圣人所作之意求之。义者依图为象，推演其用，其力固繁，而其出则合图之所见而已。宗主父主，夫子言至精详，盖阴阳二数相报相接，而合化以成诸数。其用则9、6，以9为阳数之纯数，6为阴数之纯数，故也。是以9胜各数，其的数不变，以6胜之亦然，而他数不能已。至阴数逆行，人多知之，而使4中6，则往往不解。不知此何图明明次列之序。今是以纯阴数6，成阳数1、3、5、7、9，其所得数即6、8、10、2、4，恰为阴数之反。从左而右，则为4、20、8、6逆行之序，与合图合。又如以9胜阳数1、3、5、7、9。其的数亦恰为阳数之反，即9、7、5、3、1。从左而右则为顺行之序，亦合图。又如以9除阳数1、3、5、7、9，其的数亦合其余数。若以9除阴数，其余数人同阴数。由此可见9、6之用，与阴数逆行之序，皆属自然，毫无牵强。此所以为圣人取则而可证之合图者。此解近人颇有误之者，独谓之其本于合图自然之序耳。但其用心已足许矣。夫天地之数，皆始于合图，而阐明于义。习读者弃合图不讲，又因一传文字错简，前后脱略不全，遂不复之传中天一地21段文字，细解释合图者，
更不知所言关乎数之根本。囫囵吞枣，终不得圣人立言之旨，诚可慨矣。何图所含数理，至今极宏，不易讲尽。此不过撮其大要，为讲义所必知者。若专研数学，贯通天人，则当于此境而求之，以穷其变化，而神其用。数于天下之数，莫不了然。即推至过去未来，亦如指掌，则此寥寥实数中，有无尽之神妙在，大可谓专书以益其意，而传其道焉。又曰：讲义先自图解释，以示义之出景图像，并无文字可读也。然图像者非机械之类，含有深微妙用，亦如文字之变化迷境也。故观图像而能会通，则全部易经文义已在中矣。由之太极图明二气之始终动静，以生成万物，虽万言不尽其运，而图则皆在此圆圈中，一览无遗。此其神妙之用，实非圣人莫能谓之，莫能知之。人苟从而穷究其故，以深会其微妙，方知古人图像之不虚作，更见易经文字之不呆言也。今时人昧于道，忘其性，以经为之教，是为荒渺之谈，而造成乱世末节，形同禽兽，以陷于苦海，莫之拔渡。斯岂圣人所及料哉？大节且临，至教将绝，大道不复，人类希存。有心救世者，要从义中推源治乱之故，而得其挽回之途。是则无人讲义，不仅为习古明今已耳。又曰夫子所讲五行相的有何之理？即土数用五之故，实为中国文化根本，亦即探索造化之源，指明气数之用，为一切言数者之所本。盖二气虽分，未成形也，必再分为五行，而后化成万物。五行之成，在天有寒暑风燥湿之令，在时有春夏秋冬四季之后，在味有酸苦辛咸甘之变，在色有青赤白黑黄之分，皆以五为例，即五行也。由之二气曰阴阳，曰柔刚，曰仁义，曰天地，曰乾坤，曰寒热，曰日夜，曰正反，曰善恶，曰是非，皆以两相对，是故曰两仪，而不限于气。五行亦然，曰五行者，是其周流无尽，合乎道之运行也。或属于气，或属于数，或属于时，或属于物，或属于事，不限于一类，故曰五行。两仪总其纲，五行任其目，为天地万物一切之母体。凡有生有成有形有名有类者，皆不得外事以生存常育，变化推迁，以遂其造化之用。
二气五行者，即造化之枢纽，万物之胚胎，为天下之祖气，万有之特性也。二气以简而不能及生化之用，而即五行以成其错综变化之妙。五行以化，见疑其初始之真，故人托于二气，以成其主宰之神。故二五为生生之源，天下万物，莫不以之相为相系，并育不害，并行不乱，以成其生化之序。而世界一切于是出焉，乃曰二五构精，万物化身，此河图所致。必以五行配二气，以见天地之生成，气数之相得，而各有合也。至于五行之数，大都用辰数，而土则用申数。是观月令，即之谓土主中央，五为中数，而辰数之时，人申数之备。二五无异一时，用五即足。且天地妙用，常藏时不用，故数老于久。若时则反变为一，以成其循环之道。故数谓有用时者，以此土用五而不及时。学者须明乎此义，方明数之用，亦明天地之心在五，以五立极，合于中和之德，时中之道，其妙亦不可尽矣。弘教附注。此文至奥，不易释，必细参之。因河图识天道神秘之书，不得圣人不知其用。今将所有各数详加讲解，使人知中国二气五行真理所在，不可妄加子义者也。又此文就河图讲事，有未尽者，讲义时当再指明。古人精通天道，洞明气数，国家兴亡，皆早知之，即由义得来。今人不讲义，是为迷信，遂不审吉凶，而妄趋避，就不知孰迷孰绝也。宗圣讲述，夫子前讲河图，谓天地自然之数，其始终包万物之生成，万事之吉凶成败，故亦本此而世人以修养审存，趋避逆顺之道，盖莫非气谓之也。天地为万物父母，言万物必自天地始，而万物之生成的天地之气，其数亦分天地之数，河图素物之生成，名五行所出，二气所运，而以数视之，其止深矣。盖气无形而难言，数有名而可记，故以数代气。数之所在，即气之所至；数之几分，即气之几分。以数之分合，而知气之变化；以数之顺逆，而知气之吉凶。其言数，皆言气也。气有精粗，有动静；数有奇偶，有多寡。由数名气，则生化之机，无不知之。故河图识以数是造化之本者也。数之为用，自一至十，
谓一切数之本，无论何数，皆自此生化。故一至十之数，实包无尽数也。知其变化，不可尽于用；不知则不得其用。数者能视变化，而通鬼神。夫数既出于气，气有阴阳，故数亦有阴阳。阳其阴偶，阳属天，阴属地，以二者之分合，而万有以生成变化，不独五行也。而五行为生变之始，故举之以立万物。五者生变由数知之，必将数之奇偶，谓之顺逆，相合而生成变化，乃见。图中之13579其属顺行，428-6，偶属逆行，而其合也。遂成1与6，2与7，3与8，4与9，5与10，各当其位，以生成水火木金土，依次列北南东西中，以是五者之所自出。本乎数之相的有合也，亦气之相生有成焉耳。故知一之与6，两数相得，而水之生成的天地之气若几分也。火木金土皆然，皆由天地之气，奇偶之数，恰相得而合也。故亦曰一阴一阳之谓道。数之顺逆邪行，以循环终始。于是生化之道见焉，以奇偶之数，一阴一阳由男女也。而夫妇之道，即人生之始，人以男女配偶，而生息无尽；数以奇偶配合，而生化无穷。此即天地造化之妙也。故数之13579，皆阳而齐；24680，皆阴而偶。二者相的有合，而五行生成。阳道虚，阴道实，阴统于阳，阳包其阴，皆自然配偶，各有其序。故其属合偶属，人为其；其属合其属，反为偶。偶属合偶属，人为偶。以见阳之统摄阴而不可抗，阴之顺承阳而不可离。抗则害，离则乖，为相的有合，而后成其生化也。合图之数，天地之本数也，其用自其变化而生。五行之物，万物之根本也，其生化自其分合而成。盖有天地而后有万物，有天地之大数，而后有万物之数可计。故有序有类有名，而后成其德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，此德之见也。此道字，即指一阴一阳之道。言二气并行而不乱其序，则有数也。由物之成于世，高下远近，各如其分，此数之所见也。人之至于贤否，贵贱寿夭，各有其数，以定其分，而能守其分，安其数，是谓之命。义。
命自天，知命者，安于天命之数，而不失其序，以顺承天生我之德，而养育其中和之气，是谓明道。道不离二气，知乎数而合于气，则成道之事也。故义者，言数以明道，达命以知天者也。夫义之言数，自河图始，河图之数，即义之数，如水火木金土五者，义之乾坤离坎正对也。由用言之，则离坎正对，分河水火木金四气之象，而更谓土，此后天之卦也。若在先天，则乾坤正对为四方，而坎离在中，其气属各有所合也。以16之水，为天地二气出化，27之火，38之木，49之金，50之土，皆依次而生成者。阳生而阴成，阴生则阳成，二气更互以生以成。五行于是出，万物于是生，其生化之道，不离乎此图之序，其赋予之命，不外乎此图之数，数之所在，即二五之所分合。凡属后天之生物，莫不由此二五之分化也。数有终始，运行有序，命有善恶，道有先后，皆气之偏权有所合也。不合不生，故必合而有的也。此天地生化之妙用，亦世界自无入有之次第也。数之所合，易卦而外，则干之谓最易之，以其习见习闻也。天干之数，甲乙为木，丙丁为火，戊己为土，庚辛为金，壬癸为水，其数通也。得之之数，寅卯为木，巳午为火，申酉为金，亥子为水，辰巳丑未为土，其数合也。皆以五行分配，而相生相制，以成其生化之用，与图相同。故易卦有纳甲之意。盖卦象人或不知，而干之则易之。干之故无异于卦，皆以是气数之运行，二五之化合，或以卦示其象，或以干之系其名，其实皆出河图，亦由数算之代名也。因气数不易记，故以之代，而便于习就也。如甲乙属木，即正巽也；丙丁属火，即离；庚辛属金，即兑；壬癸属水，即坎；戊己属土，即坤艮也。而其为用，则与此稍异。以干纳甲人，是阳气之出动；坤纳乙癸，是阴气之邪行；正巽以木而纳庚辛，是木受制而后成用也。坎离纳戊己，以水火之用成于土也。兑艮纳丙丁，以金受火制，土为火生，各得其用也。故其数与原位异。
此先后天之殊，体用之不同也。然此所纳亦有异同，则用者取义不一也。如归藏亦乎连山，周易亦乎归藏，皆后天之用，非观先天之体用也。其义详洛书中，河图洛书一体一用，各有旨也。故在图之数，方位相当，次序无乱，与伏羲之卦相同，而为一切数之根本，有不异者也。图中之数，虽自1至9，而52数，却在中心，故分数时，应分阳数1、3、7、9，与阴数2、4、6、8相对以和，另提52数为中心力极，依阴数逆行之力，与阴数之始4、中、6，则1、3、7、9与4、2、8、6是恰相当，而生成之功渐，生化之序明，而52数亦正相当。若不如是，则谓与数失，阴与阳乖，不克生成万物矣。故1、3、7、9阳数，必顺次行；4、2、8、6阴数，必颠倒而逆行，此必然之理。人知阳数顺行，而不知阴数逆行，遂不明数之代用，此惑也。夫使阴数亦如阳之顺序而行，则1与2、3与4、5与6、7与8、9与10，相对而论，皆不能合，更何生成之功可言？盖必一顺一逆，亦依次，一道行，方能合其位，而成其用。而后1与4合，2与3合，7与8合，9与6合，5与10合，相得而皆有合，以成终极之数皆5也。故曰天数5，的数5，5位相得而有合也。言合乎5，即合天地之心，在道言之，即合中和之德，是人执中用中之道也。盖数10而为5，为5乃中，不得其5，即不得其中，不得其中，必有所偏，偏则害身，安能治生成之用，通天地之心哉？故5位之和，必依阴数逆行，而后得之也。且阳顺阴逆，气之自然，逆之允者，对阳顺言，其实不过一往一复，一左一右而已。阴气源与阳对行，阳左则阴右，阳先则阴后，阳升则阴降，自然而然，非徒之有意也。如昼夜寒暑，互相推移，而日岁已成。若同一途，则一气独用，不复有生化之功矣。故言数不明可证于象，以象之明见于目也。今就图象证之，亦自可见。阳自一左旋至9，序位皆顺；阴自4右旋至6，序位倒逆，而恰合16、38、27、49。
50之五行数，不殆一义。即此可知天地大数，不离阴阳生化之功，不外阴阳顺逆之用，而万物以生，万事以立，其微妙故非难测者矣。洛书歌带9履一左3右7 2 4位兼6 8位足5在中央。宣圣讲义。河图洛书，同一数也，而象异，以体用之分也。天地生化万物，自其先言之，则谓不义者也；自其后言之，则日益者也。故有体用之殊焉。体者一成不异，是其极也；用者随事而异，明其变也。天地之大，万物自生，变化自出，体用之间为气数之所至，明其体；而后知其本源，明其用，而后知其变化。盖气数同而所以谓气数不同也。河图者，气数之大体；洛书者，气数之变化。以不习之得，成无尽之用。此变化之力，有不可尽言。而洛书则举其代用耳。洛书之为象，亦由河图，生于二气，分于五行，本于天地之数，成于阴阳之类，而名一时异也。故河图之数众列5方，而洛书则平列9位。河图之物，阴阳合得，而洛书则互为推移。其象之殊，及其取义之意，其物之别，及其致用之差，由是以合于河图，则体用以全，以正于义，则变化以见。苟非圣人，焉足以明之哉？洛书象数，由河图变化而来，其阳数自1而3，方位不变，自7而9，则互异矣。阴数则全与河图异其方位，盖阳体阴用。洛书为民用之图，故阴数大异。然自其次序观之，则1之与6，以众列，便谓先后平行；3之与8， 4之与9， 2之与7亦然，皆平行也。以1居北，而6在西北；3居东，而8在东北；9居南，而4在东南；7居西，而2在西南。其所合人相的也。5之在中，本于终极不变之理，此所以允直觉中，谓至道也。体故如是，用亦不为，非终极之道，不足以喻之也。就书象言之，数之变化在于动，以北方之1，东方之3，皆原谓不动者，非不动也。先天之生化首为水，后天之生化首为木，其所变即在其位，故动而不动也。至南方之7，变而居西；西方之9，变而知南。以后天金火互用，与先天恰反其位，故动而异其地也。
以数之序言，则依三者，顺行北而东，人前；而七九者，由西而南，则与前异。此由变化而分其用也。因数之序，则东南之4，而西南之2，与东北之8，而西北之6。其序以与合图反行，而其合乎阳数，则正相得。盖阳由一三而七九分作两图，亦由北之东，亦由西之南，以明四正之气，由相耦合也。而阴数则与之成逆行，亦由东南之西南，亦由东北之西北，亦分两图，以与阳合。其所行之序虽变，而所合之数不差，盖亦本天地自然之变化，而成其用者也。夫阳之与阴，为万物生化之本，有其一必有其二。如阳数顺分而变位，阴数势必逆分而变方，以变合阳而成其生化之用。故1之3，7之9，未生成数之精然；而4之2，8之6，未生成数之伪然。精伪相得，生成之功见矣。且合数之，自北而东，自西而南，阴阳之数，各得其半。即有两仪生4，两仪生4象是也。阳由1、3、7、9之一序分。为1、3与7、9两系，因由4、2、8、6之一系分而为4、2与8、6两系，以成其4也。故阳有太阳少阳，阴有太阴少阴，则1与9为太阳，3与7为少阳，4与6为太阴，2与8为少阴。以在数之始终为太，终为少也。以此相分合，而变化生成见，万物自是出，万数自是成矣。合此两系之数观之，谓1、8、3、4。此自北而止于东南也。谓6、7、2、9。此由西北而止于南也。两数相错而正相得，以服天地生成之用，阴阳均平之数故也。盖左右两行，亦阴阳之道路，二者必求其平均。左之8与3，
又知7与2，虽原来火木生成之数，而2与8则互换其位以相合。若不换位，则3与2、7与8皆相失，而生成之功不能见矣。故2、8易位而后阴阳之数已平，生成之功不改。此则天地自然之妙，不可不知者也。因此互换，如是相对之位，皆合而成10，即1与9、3与7、2与8、4与6，莫不成土之成数。若书中央用5，而不见10，不知10之数，恰藏于八方，以相合而后得之。河图之和皆5，洛书之和皆10。名50为天地之心，土为天地之中，万物之本，其意至深切矣。夫洛书之象，民用者也。天地大用，在此图中见之，即易之卦象，亦于此图明之。南9北1，由乾坤变位离坎也。东3西7，由离坎变位正对也。东北之8，西南之2，由正巽变位艮坤也，而艮坤亦其位焉。东南之4，西北之6，由对艮变位巽乾也，而巽干守明其用焉。此皆意象所自仿也。盖河图者体，合伏羲之卦，而韩文王之卦之变者也。洛书者用，合文王之卦，而存伏羲之卦之体者也。二者必互观之，方明其意。以天地之生化万物，由易而众，故由太极，而两仪，而四象，而八卦，即由2气而5行，而9宫，皆由1而2、3而4，自少分多，自寡化众，此生化自然之象，而图书所示之力也。以生化之始，不离于一，故生化之众，不失其中。有此终极，则千万变化不乱其序。此中央之5，永不易者也。而其他象数，则随气数所致，2、5分合而成其变，变成而天地之代用见，万物之生化出，其理其事，故显然如指掌矣。洛书言数，有名用者，有名变者，有与道同者，有与人事同者。大别之有3：一、图中之数，与河图异。河图为55，洛书则45。此由天地生化，阴阳消长之数使然也。河图言体，阴阳平均，此合乎道者也。洛书则重在用，用者以阴从阳，以阳统阴，阳主阴从。天包的而生化方就其序，故阳数25不变，阴数以30变为20，名阳道长长，阴道长消，而以立天地之极，正阴阳之位。彼下无见上，小无临大，并欲不害，并生不贼。
而全其用，以至无穷也。乃为阳位者5，为阴位者4。阳居4正，阴居4偶。阳正为中宫，阴环，行4极，而后名正事顺，体见用周。虽阴阳4失其平衡，实则如是方得其平衡也。盖阴气不可长，中极不可乱，以5之阳正立中宫，而4为2气，人自平均，未尝偏颇。此其为数以45位制也。一、洛书之数，阴阳平列，而与河图位亦序书，与河图数同而相二者何也？则河图明天的生成者，所生成为5行，其位限于5；又河图明天的偶合者，其合以顺逆，故序为一阳顺阴逆之力。洛书则由河图而推其变化，以及其用。所象在生成之后，自5行推至9宫，以明生化之序，由2、5而可推至无穷也。故数位分而为9。又洛书明生化之力，本于2气之交错，2气分合，生化以众，则数序之行，亦循环往复以至无尽，而其序或顺或逆，或以彼就此，或分此合彼，互相推移，成其变化。此亦天地生化自然之序，万类消长一定之力，有不易而易，不变而变，而变人不失，亦人不乱之道存焉。故与河图有同义也。如阳数东北原位，以水木之生成，先后天之所使。言先天之生成者守水，以天之一气出化也；言后天之生成者守木，以天之2气在化也。故卦象以6位坤之用，定爻之数，以3位卦之数，以8之自成，为全卦之数，皆取乎水木之数，以领先后天一切生成之象也。若西南之7、9，则先天后天之生化各异。先天之火在南，数为7；金在西，数为9。而后天之9属火非金，7属金非火，二者恰异其数，故变其位。盖火之与金，本相克也，非同水木之相生。既克则有胜有负。火之胜金于先天，则金必负于后天；若胜而不负，则生化将穷，更何后天变化可言哉？故在洛书火退而西，金进而南，恰得其反，以成其序。盖5行之生，火必因土而后生金，既互异其位，人的受中央之土气，而后不相克而相生，生克之间，即在此异位数耳。且因变化之力，必2气之平衡，且相的有合也。以火宜西，以金宜南，一则9与1对，一则7与3对，皆合时而受土气，
以自成后天之化，即以因数言之，其变力异同，以二之皆期，而人不失火之生成，以二之对八而合时，以受土气。此二之必宜西南与西七皆也，其他四六八皆然。既以此互异，而后相得，则其原位必依此变异而后成用，此故自然之理也。一、洛书中宫之数5，河图之数15，何也？则以河图土之生成数全，阴阳之体，不可少也。洛书以民用为主，土之德在5，言5以该10。前讲河图以详其意，而洛书之仅举5者，又不独以土德用5之力。盖洛书名生化之变，为后天之象，非河图可比。后天之力，以生化为用。生化之道虽本于5行，而非止于5行，故其象数皆变河图之原力，而成心力。后天者以生化无尽为用，故各方之数皆由内而外，由寡而众，以分合变化是生化者也。生化既众，象数亦繁，而病生不害，病愈不乱者，亦有终极也。终极止于1，此数用5而去10，名其不二也。天地之道一言可尽，谓物不二则生物不测，此即尧舜执中之道，以本于天地之用，而见于洛书者也。天地以5为中心，5行以土为根本，万物万事以中义为利极，皆自此象见之。以天道言之，则一切生化之术，不离于中5，而用以广，德以大，万物所以，万术所持，皆此5也。故曰天地心，亦阴阳之中气，5行之中道也。以人道言之，5者众德之本，即中和也，义也，至善也。以失于世言之，即人也，忠恕也。谓人生不可失者，故圣人数之为交，以直中用中，谓万行之先。亦传曰显诸人，藏诸用，此2语即是洛书者也。洛书之中5，即人也。而曰藏用者，则言洛书用5藏时也。夫阴阳2道，相以而成用，而阴必藏，阳必显，亦藏亦显，其用始大。5与10皆土数，即土德也，亦属于人；阳也，亦属于智；阴也，用人而藏智，人显而智不显。藏也者，非去而不用，言藏之于内，不以显也。盖天下之道，必守德行。人为人之全德，亦天地之全德也。若智者，以成人之用也，不可独用。人显其德，而智全其用，则用不显而自大，是中庸成己成物之功。所谓不虑而终，
不思而得者也。为圣与至诚则之，以人之身本乎人，人之德无不全也，而至诚之，即阴阳之道也。显人藏志，志在人中，即夫阳亦阴之道也。此义则本于洛书。洛书显无而藏实，非无实也。四正四余，所合皆实，即所谓藏也。藏之于内，而独显无，以明利极之意，实为天地微妙之道所见者也。天地之功，见于生成皆人德也，不见其志，而功莫与大，此即能藏其志以成其用也。人若忘乎此义，不显其人而用志焉，是背天逆道，无不败矣。上何成哉？故洛书用武之意，至深切矣。洛书明变化之力，是生化之用，其所包者广，此略举其大者耳。要将河图之象数，与之一一对参，而求其变化之机，则可见悟天地生物之则。圣人亦教之心矣夫。宗主复注：天地生化之功，全在气化，而气所致，数自见焉。验数则知造化之功，而民用则知生化之理。天地生化，皆有定序，有细有分，有味有类，无丝毫含混。欲明其故，必先求其利。此洛书与河图为圣人所重，权益卦象，莫不自二图出也。而洛书有要，以其民用之力，与易后天卦象同义。求义理之明者，必从后天卦象；求天地生化气数之变者，必从洛书图例。此不义者也。图得其体，不解其用，是知常而不知变，知往而不知来，无所用也。故明河图之数不足奇，必更明洛书，方可以通神明之德，类万物之情，而天下万事万理来往变化，莫不自洛书印证而后的也。图表三河洛卦为河图，河洛大志，复甚讲述。河图附于龙马，洛书成于圆龟，以其所出见在河洛也，故名河图洛书。图之初，虽以马龟，象之真则符运数，盖天地自然之象，显于物者也。既出见于物，得圣人解之，以造成人文之始，而意象乃具。是河洛二图者，天地之文显于物，而用于人者也。为天地之神，能自成之，为物显之，为人用之。盖合天地人物四者之灵，而后见其功，成其名，以广其德，者其道。其为物，其可轻言哉？观意象之所本，六经之所仿，百度之所制，一切正交之所创，其为人文之祖，文化之源，故无他物可与方矣。
图书之象简，而包举天地之间，生成之德，变化之道，尽气数之妙，是形神之权。故以一而该万，终而利极，有同义道者矣。其所名用，在顺自然之序，而推其不习之功；在本生化之源，而溯其不二之道。由天地之负载，人物之生育，而莫外于至一至终之极者也。然考其用之大利，有数则焉。一、合图者，名谓之用，谓无动也。洛书者，名实之用，实有变也。合图立天地之极，而见其体，是名谓之不动，有其生成之序也。洛书列天地之序，而者其变，是名实之实迁，有其往复之情也。二者大利，一体一用，一守终而利极，一循行而不穷，是天地生成始终，道德气数往复千变，可见可真者也。一、合图者，名天德之生成也。洛书者，名万物之变化也。合图自阴阳二气之生成，而五行出；洛书自五方之推迁，而九宫见。五行为万物之本，数简而未定；九宫为万物之变，数繁而行周。此生化由简而繁，气数由正而变之力。故合图之数，自一至十，不离五行，而成生成之母。洛书之数，自一至九，划分无尽，而明往复之理。其力如一六之水，则化为一与六之北，与西北二宫；四九之经，则变为九与四之南，与东南二宫。余数皆然。虽水火之数不异而未移，火金之数互异而未改。在合图可名为水火金木，在洛书则称为四正四余各宫。正由一之两仪，一变为四象，在化为八卦。其数以由合而分，其物亦由寡而众。此天地生化自然之力，而义之所以为义也。若执合图以示洛书，则将至而不通矣。一、合图者，以数记二五之本质；洛书者，以数明九宫之循环。合图不动而自生成，洛书以动而行变化。合图向天地出电，物类自生之时；洛书向万有俱成，气数并行之力。其合于义，则图如伏羲之卦，定位明序，而立其极；书如文王之卦，变化错综，而推其用。二者各有其所向，亦不外造化自然之理数，可真于物，可验于行，可候于时令，可证于天地之文，可通于人物之生育千变者也。故合图之象，不异而异，如天地之道也。洛书之象，异而不异，如天地之德也。
就河图推而上之，可名天的之自始。就洛书推而化之。可知万物之将来，而天道已明，人道已见，天人已达，性命思顺，气数不乖，行止思定。此义之所以立教，谓象天道以定人道者也。夫河图之数变，而洛书之象已成，其属于天道者，万物生化自然之象也；属于人道者，则伏阳一阴，终极不动，显人藏用，中和以成之意也。盖天道远，人道耳。天道精微，圣人则之；人道明义，众人能之。必以人道为言，而后众人可以通天道也。河图之属天道者多，洛书则喻人道，以后天之事，唯以人道为及物也。然人生自天命，人道出于天道，非天道之外有人道，乃天道之见于人事，而以取法者，故名之人道。名人之所当有者也。道路也，由之则可行；人生由行路也，由道则全其身。
大则治平之功，小则孝弟之事，远则圣贤之德，近则日用之常，皆必由是而达焉。此人道之所以谓重，而次于天道，又先于天道者也。洛书之象，由何图而变？即由先天而为后天，亦即由天道而入人道。此可真之于其数也。五行云者，非尽止水火木金土也。凡物与世之同列，而有五者，皆是，亦如两仪也。故在时有春夏秋冬四季也，在的有东南西北中央也，在人有心肝脾肺肾也，在胃有酸咸辛苦甘也，在阴有宫商角征羽也，在德有仁义礼智信也，在伦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也。其类正多，要皆五行也。行者，言其周流往复循环而行不相害也。故一年之40象之，年以40成岁，而土旺于四季。如河土以水火木金定四方，而以50之土立终极也。至洛书则方之4者变8，中之5者终不移，则可知天道之行，有化少为重，变合为分之力，而终极不易也。去其实者，亦因而弗养也，显人而藏用也。此即人道所始仿也。人之于身，有德业焉，有事功焉，不得徒生也。故天命之性以成其德，人是也；天赋之以立其功，治是也。人之以人成性，则道成而身权；以治立功，则事成而名贵。二者人之所以为人也。然必显其一，而藏其一，以合乎洛书之象，而弃乎天地之德。若不能显人藏志，则有功无德，失身之本；若不显人而徒用志，则反莫为本，离性日远，去道日甚。不独无以全身，必反因以假货。盖智者，用也，默也，必有本体谓之先焉。失其人而为治世上，是舍本逐末，失体求用。如不知经纬，罔之纲目，其谓数书，谓思义也。故自太极以至无穷，谓数虽殊，谓气无二。而数之殊者，非殊数也，数之自加减乘除也。故数殊而不殊，虽由万物至于无穷，仍不外此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之数，不过有其分合变化而已。故数之殊者，数自殊之，非数外有数，则由气之不二也。阴气不离阴阳，虽有错综生化之殊，仍不失其为阴阳。故气无殊，数无殊，数以计气。气之所至则数成，数之所见则气。答：气数无殊用也。何洛者，名气数之用，是天地万物之始终者也。
果明其变利，则天下之气数，皆可推而知之，以其用因变而后见也。设无所变，即无所用；果无变无用，天地已归斯灭，更何洛之徒存哉？唯其变多，则用神；用神，则天地无极，人物无尽，莫不在此气数之中，即莫能出此图象之外。而后河洛二图，乃为人之所必明，士之所必重者矣。河图与洛书异同之处，即气数变化之机，与天地万物生化之力。其所列虽仅此九宫之谓，五行之名，而其类推，可至无尽。欲明其变，可就意象证之也。所须知者，河洛之变何自来？其气数分何所本？此则求明天的生成之序，人物生化之术，所必留意者也。兹事论之，洛书之术，因河图而来，即万物之生化，本天地五行所出。如五行生自二气，即天地也，以见河图；而九宫变自五行，即五方金木水火土也，则见洛书。而九宫云者，非言九物，或九事也，以数尽于九。九宫足以包数之全，天下之物，尽在九数中，则莫逃乎九宫之外。故九宫者，万物万事之所立数，而万数之所循环者也。无论生化之无尽，所推所演，莫不尽于九数之中。有九而内，则反于一；有九而外，则推至无量数。数虽无量，人不外此九也。干之用九，以尽天下生生之道；而大衍之用49，以及天下往来之数。其曰大衍者，由中数之5，而10倍之也。衍者，推衍也，推其数之所至，而足以包举一切数，故曰大衍。以数之老阳在9，老阴在6，6、9、54，去中5，而得49，即大衍之用。此亦河图洛书所有之数也。以其数之众在变也，则河图之象变为洛书，所使在金火互异位也。以金之9，为先天数，若已变，则属火，离待前用，离为火，而干为金，故其位随前离而异。此异见者也。其间上含生意，即以数之成，乃因气之行，气之行也。非至于一方而不动，必周流八方而无息。以谓言之，则河图之火与水对，金与木对，数随五行之气，而定其方，无所异也。若以时言之，则洛书北方之1，与东方之3，亦属太阳，亦属少阳，而后南方亦以9，西方亦以7，
亦宜太阳，亦少阳，其位互异，而后正对，以其气之纪行，不复如河图之出生也。河图之气，以阳生阴，以阴继阳，故阳老于西方之9，而阴4继之；阴老于北方之6，而阳亦成之。阴阳互根于定位，而相得以和，而生成之功乃见。此其以气之出生为象也。若在洛书，则阴阳已分，二气环行，行者有序，太少必对，是以北方之1，南方之9，一时一中，皆太阳；东方之3，西方之7，一生一辰，皆少阳也。阴气亦然。东北之8，西南之2，皆少阴；西北之6，东南之4，皆太阴。两两相当，以周行于8方，而成一阴一阳之道，遂不可不议其南西金火之谓也。此例可以一岁正之。春与秋对，冬与夏对，一寒一暑，相当其领，而一岁之气，周而复始，如环无端，此其用之可明者也。故洛书之象，象后天以定之气数，阴阳叠星，数谓周流，以成其往来不息之德，不独遂令然也。即一人之身，一日之昼夜，无不如是，皆以循环为律。此即洛书以明变化之用为象者也。且数之既变，有属立焉。阳之合阳，则反为阴；阴之合阳，则化为阳。故二阳相遇，则成阳中阴；二阴相遇，亦为阴中阳。此在太少之外，更有阴阳也。是亦与9对而成时，则9为阳，亦为阳之阴。3与7对亦成时，则3为阳，7为阳之阴。阴数亦然。故4于阴数，东北西南为阳，相对为阴。其所以然者，合则变，分则化也。后天之数多杂，无纯阳纯阴之物，以其不能生化也。洛书之数，参无错综，各有其分合之用，故变化无尽，不独火金之意，即28之意味，亦其力也。天地生成，全依此阴阳之模当，而后万物生化，世界悠久，以气无穷。此所谓造化之机也。其行也，则以往来为则，循环不已，以成其生生不尽之功，即至诚无息之德也。故气之阳者阴之，阴者阳之，天者下之，地者上之，左者右之，右者左之，相互以生，相交以成，不独金火之互换也。故东南西北4方之序，不似河图，自1至9，9宫之数，
不同五行，而后见后天之道，明世间之术。如河图始于北，而洛书守东。河图应逆阳顺，以一系行。洛书均分二系以往复，此皆二者同义，可资考证者也。盖先天之象，由无入有，其始生也。因气之动，后天则以生成之后，万物随之生化，气以流行不息，数以变化不穷。其所以异者，皆自气合之，而气者内真于道，即理也；外真于象，即术也。理术之间，不可过求其机，以有神也。神欲其用，故天地有主宰之术不易，而神不可测，以其为也。是阴阳之事，不可识之以物也，惟神通之，气感之，故圣治之事也。以义言之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，言非义明也。而气数之常变，吉凶生焉，祸福降焉，则尽人所当之也。故逢其和，视其宜，去其逆，塞其空，谓趋吉避凶之道，不可不讲。此术虽止于久，而用可千万；物虽止于五，而道将无穷。如水之术，遇金而旺，遇火而尊，遇木而退，遇土而死，其道有穷通也。他行皆然，以术合之而自补之，则吉凶无顿晴，祸福有定数，不必求之人也。是故术之为用，合道名生者也。知术之生，顺术顺道，其所指者一经一切，习乎人之不讲，而不明圣人立教之旨，斯可慨矣。宗主复注：亦言术而本于道。古人言道即天命，故道与术同出一名。后人以道属于理，术属于运气，遂有性命之分。实则性即命也。古书性命二字无二义，天命之谓性，中庸守皆之告人，而使人之身所自来，不明性命，即不知其身，此以性自从生也。若何言之？性之所存者道，命之所行者术，皆一气所化，非二事也。故言道即有术在，言命即有性存，一行一存，原不可分。分则命亡而性亦失，术逆而道亦为。此古人言一必该二也。亦之言术莫外乎道，道始于阴阳，则术本于二五。合络者名二五之推移，象阴阳之生化，谓术言，亦谓道言也。苟得其意，而了然于心，则行合乎术，亦存乎道，内外大小，一以贯之，无所疑惑。此圣人拈出立教之旨也。夫子以人为悉思义，于图书所向，淡然视之，
不以为神怪难击，则以为术属乖正，而攻讦之，抛弃之，等于无用之物，遂使道术不明，性命徒讲，此可慨矣。故命复甚就前之讲义，引而生之，以导后人而明义教。读者故当细心玩味之也。弘教附注。复甚所讲河洛图像变化之理，理、气、数三者一元，明此方之人修道通神，能知天命，亦使神鬼延伸不老之道，无足其意。以洛书以明白指点，只是人不注意也。及后来6人遁甲、8正9功，一切术数都从此出。人知术数之妙，而忘河洛之精，所谓逐末忘本者也。要知一切术数，皆从五行生化，9功往复，河洛指向其大力，未演其变化，故人不能明其用。后世河洛理数一书，推演颇精，习人呼之，而不知河洛图像自然变化，无可依者。果从河洛二图，悉心推演，自知推不知理，与术数之用，且无不合乎道功者也。又复甚此文，重在说明术用之例，而指出后人之疑惑。要知术自气成，凡吉凶祸福，皆气所感。人求顺术，必先习道，以养气为本。气之在空中，天人痛之，一变异常，无非气所合，此谓术之本。不明此理，不可言术也。宗圣讲述，古时象术，西本河图洛书，是谓意象之源。河图附于龙马，洛书成于文龟，皆天地自然之象数，而圣人则之以演绎。盖所由来者远矣。在天成象，在的成文，天地之象数，即由天地自成于人前，神道之感应，为人道所昭彰。故上世常见之事，以地天由通，神人识气，人习于道，无不通神，则神亦降其灵，滋人以智，发人以道，非可易也。故图书出，而人文以创，天地之道见，而人道以明。人之有文化教育，皆始于天地自然之象数文章，虽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，而溯源探本，则有所自矣。故图书者，意象之祖，欲明意象，必明图书。如木本水源，不得其故，则知流莫可救节。是以夫子曰：“50学艺，言由图书以穷象数也。”天5的10，50为天地中心，天地之道由此见，人道由此立。故50为图书之中数，由义之太极也。太极在数曰一，在位曰中，在性曰至善，
在气曰纯阳，谓无始之始，万有之宗，老世之天下母，即指此也。而其大包无外，广尽万类，故属天地之中，亦天地所自成也。数虽自一至九，而其宗则五与十，五十分裂，则乾坤定位；五十合用，则大衍成形。故曰五曰十，或五十，皆数之本体。其他则用也。乾用九，坤用六，九六为乾坤之用。干数集于九九，坤数包于六六，人之数七，艮也。其数尽于七七，此大衍之用49，指人道也。天地之道，由人而明；天地之术，由人而用。故大衍之术，以七七为用，而天地之术在其中矣。合则成用，分则位位，交错则变化生，乘除则盈虚见。而其本始，莫外乎图书之术也。合图洛书之象数，谓自然象数。亦之象数，则本图书而推其变化之象数也。亦与图书有同义。但天地象数，终不外图书所有者，至其变化，虽推之无尽，仍不能有违于图书之力，则由天地生成之数定，不可越也。自上而下，则二五复形，而万物以生；自下而上，则万有归一，由形反生。故图书之数，始一中九，50在中，而二气五行备具，其化生万物，则以用言，以二五互交，推演位数，所谓二五构经是也。故其数阳五阴五，阳以顺行，阴以逆行，相交以生，相克以变。而孤阴独阳，则不生不变，亦以乾坤交用，坎离相制，以成生克，而行变化。由数之用言，则阳者1379顺行，始一中九，其位在西；阴者4286逆行，始4中六，其位始于西北。阳以九中交阴六，故阳数用九，阴数用六，九六相中始循环以生成变化。而50主于中央，为天地终极，万物枢纽。此图书象数之大概，即为一所本者。干之用九，坤之用六，即准合图之阴阳数也。观合图所列之数，作为环形，则1379。由北而东而南而西，而4286，则自西北而西南而东南而东北，一环而中，始为50在中焉。洛书亦然，不过其用有异，由方圆不同也。由北之一，东之三，则以皆西之七，南之九，皆阳数也。其阴数则西北六，
东北八，西南二，东南四，亦由东南之四，西南之二，皆东北之八，西北之六，相环以中始，正如河图，而五在中焉。其不同者，图属先天，书属后天，一体一用，一位一时，故洛书之术，以相交而行，而河图则相贯也。洛书之谓，以东南与西北易数，而河图则顺逆依序也。宗主书数，河图之数，本于天地生成之象，盖自无入有，首位太极，一气既动，两仪已分，两气相当，五行已具，故河图象之。其数自一至十，分为阴阳，阳其阴偶，各得其半，而生化之本，必基于二气之和，五行之分，即由于阴阳之变，其生化也，以一阴一阳相合而成，乃于世数中，以阴合阳，以阳合阴，天生则地成之，地生则天成之，故1至5为生数，6至10为成数，生成二数，各居阴阳之半。如将筹笔算之，自左设阳筹，右设阴筹，则左数为1、3、5、7、9，右数为2、4、6、8、10，左右各半也。更将其配合之，为左设生数，右设成数，则左为1、2、3、4、5，右为6、7、8、9、10，亦各半也。皆以相得而合，而后有物生焉，故自左之1阳，和右之6阴，而水生成；左之3阳，和右之8阴，而木生成；自右之2阴，和左之7阳，而火生成；自右之4阴，和左之9阳，而金生成；更于阳之5，和阴之10，而土生成。此为五行生成之次序也。其生与成，恰为相当之谓，故其数相得。如1居左手，6居右手，故恰相得。有子与午对也，是谓配偶之定例也。因其位相当，而数相得，使有和，而见其生成之功。此16居北，27居南，38居东，49居西，50居中，以既合而后同居，亦如人之夫妇也。故其位之相配以次，数之相得以序。虽有1、2之殊，却非父子，而为兄弟，不得视为水生火也。然五行之数，亦为二气之量数。如16为水生成数，亦即水之量数，以阳一阴6，为其成分也。其所差5数者，系以5之前为生数，即生气。其气能生不主成，而成气必木5以下，由之日与夜也，非至日落，不得谓夜。
以生气未尽，不见成气，故一必与六合，不能与2、3、4、5合也。一六既合，其次则属2与7。2为阴，7为阳。2属生，7属辰。阳多阴少，乃为火之成分，亦如水之一六合也。以下皆同。盖五行之数字，包括数义，一是阴阳之成分，一是生成之先后次序，一是五行之量数，一是二气之分合总数，一是二五之化成元数，其义甚广，而无不相通。实天地间之数，不得一义者也。如天一地二，谓之为阳阴次序可，谓之为天地气分量数亦可。论五行生成，则次序也；论五行成分，则量数也。论生成次序，兼是阴阳量数，而以纪二五之精气所行，与天地之行气所积，莫不一致。故河图总数55，即由16、27、38、49、50相加之积，其属天者25，即阳数之积，为最清清之神，故居上而名天。其属地者30，即阴数之积，为众浊之精气，故居下而名地。其实一阴一阳耳，其间所差者5，此为元气之谓化者。虽在天地之中，却非55数之内。盖可以名而无名，可以数而无数，故谓中气。即阴阳之间所差之数，